全人类都觉醒异能的时代，我竟然选择了修仙，只因我穿越到这异能世界时，觉醒了神秘的修仙系统。只要开启宝箱，就能获得修为功法和法器，捡得越多我就越强。我本是蓝星，一名普通的高中生，一场车祸竟然让我穿越到了这个世界。坐在破旧的房屋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宿主的往事，父母双亡，家徒四壁。正当我在考虑如何面对这天崩开局时，脑海中响起一道冰冷的电子命令。检测到该世界符合以下2种修行道，请做出你的选择：一、异能者；2、修仙者。听到声音，我愣了一下，随后便被喜悦替代。作为地球人，这需要想吗？异能者在修仙者面前就是个屁。宿主做出选择，宝箱系统开启，正在帮助宿主扫描100千米内宝箱位置。我视网膜上蓝光闪电，他的视线中出现4个光点，其中一个黄点竟然正在他的家门口。我推开门，就看到家门口悬浮着一个黄色宝箱。来到宝箱面前，宝箱震动了一下，盖子缓缓打开，一枚丹药、一柄青色长剑和一个白色光球飞出来。恭喜宿主获得解毒丹，恭喜宿主获得聚一器法器清风剑，恭喜宿主获得炼气4成修为。我腹部一震，一股磅礴的力量涌入体内，感受到体内游走的法力，我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，径直向另一个箱子位置赶去。这个箱子悬浮在商场上，我走过去打开，从里面飞出来一个白色光团和一本淡黄的册子。恭喜宿主获得炼气10层修为，恭喜宿主获得御剑术。体内突然涌入磅礴的法力，恭喜宿主境界提升至炼气大圆满。我心中暗想，不知道炼气大圆满的修为，堪比异能者几阶强者。旋即打开了系统地图，发现离自己最近的箱子竟然在城市旁边的蜀山上，那里时常有魔兽出没。本来我还有点担心，但是想到境界已经炼气大圆满，又自信了起来。我出城之后便御剑飞行，很快就来到了蜀山。进入蜀山之后，他便没有再敢御剑飞行。现在已经是夜间，正是魔兽出没密室的时候，在天上飞行很可能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忽然，在一道魔兽的咆哮声，我立刻拿出清风剑，警惕地观察四周。在魔兽的咆哮声中，我隐隐听到了人类的声音，那个方向正是前往青色箱子的必经之路。他快速向那边靠近过去，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护着身后的16岁少女，前方有2条几十米长的大蛇，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。3人在大蛇的毒瘴下已经没有了还手能力。徐清雅手里拿着长剑，眼中满是愧疚。要不是她缠着父母，让他们陪自己到蜀山历练，他们就不会陷入绝境。就在这时，黑鳞大蛇已经张开血红大口。下一瞬，山谷中响起枪声，我欲动剑举，化作流光直刺黑鳞蛇。黑鳞蛇还未反应过来，清风剑已经贯穿其脑袋，留下一个碗口大小的血洞。另一条黑鳞蛇愤怒地攀上最高顶，咆哮一声，张口喷出大量黑色粘液。小心，东西会释放毒气。徐坚立刻提醒我，闻言腾空而起，御剑飞行。什么？御剑飞行？徐坚3人看到这一幕都瞪大眼睛。御剑飞行，那是只有5阶强者才能做到的能力。我脚下清风剑化作流光直刺黑鳞蛇，飞剑触碰到黑鳞蛇，顿时火星四溅。好硬的皮肤！我暗道，收回清风剑，法诀再次变换。清风剑瞬间消失，黑鳞蛇警惕地观察四周，提防清风剑突袭。下一刻，清风剑从黑鳞蛇腹部破土而出，顺着它的鳞片缝隙，直接贯穿了它的身体。黑鳞蛇大吼一声，不甘地倒下。徐坚3人看得目瞪口呆，眨眼之间便解决了2只2阶魔兽，这最起码是3阶强者。我转过身，看着表情震惊的3人，他皱了皱眉头：“有水吗？”徐坚3人回过神，拿出一个粉色的水瓶。我接过水瓶，拧开盖子，将解毒丹扔进去，然后摇化之后递给他们。这个可以解除你们身上的毒素。看着他们服下解药，我腾空而起，落在清风剑上，说道：“快些离开吧，这里很快会有其他魔兽找到。”说完，我便御剑而去。半个时辰后，在蜀山深处，我看着面前的青色宝箱，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望山跑死马。看着近在咫尺，愣是让我走了半个时辰。下一刻，青色宝箱震动，盖子砰一声翻开，一柄虚幻的剑影从箱子里面缓缓飞出来。同一时间，一道恐怖的剑气从蜀山之巅席卷开来，瞬间笼罩了方圆数百里蜀城。5阶以上强者同一时间睁开眼睛，腾空而起，惊骇地望着天空。5阶强者已经能够感受到天地间细微差异变化。就在方才，他们都感受到了一股锋芒之力，那股力量非常纯粹，蕴藏的力量意境极为质朴，就像是一柄利剑。它的存在就是要刺穿一切阻挡在面前的障碍，但里面却蕴藏着开天辟地般的恐怖力量。过去看看。众多强者蜂拥向蜀山，蜀山深处，我瞳孔一缩，在剑影出现瞬间便飞身后，退到数丈之外后，我才停下，一脸心有余悸地盯着那道剑气。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剑气，先天剑气原始剑意，天地间5大原始剑意之一，乃是通天剑道的基础道法，修炼大成，可以凝聚通天剑道。居然是5大剑道的原始剑意。我心中大喜，先天剑气震动，瞬间没入他的眉心。我只觉得体内剑气纵横，忍不住长啸一声。先天剑气化作白光，从他身上冲天而起，瞬间照亮了蜀山穹顶。璀璨的剑气化作惊雷，在整个天空中隆隆作响。正赶向蜀山的众强者脸色大变，纷纷止步。这股力量绝对是9阶强者，我们蜀城竟然隐藏着一位9阶强者，快去通报！9阶强者出事，是我们龙汉古国的大事。释放完体内的先天剑气，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这道先天剑气足以堪比一个9阶强者的力量，我修为太低，只堪炼化一部分，剩下的全释放出去。我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开蜀山。回蜀城的路上，我看到密密麻麻的战车开进蜀山。
可能是吸收剑意的缘故，我感觉异常的疲惫。回到家就躺在床上沉沉的睡了过去。就在我呼呼大睡的时候，蜀山乱成了一锅粥。蜀城异能者协会带着精密仪器检测后，确定空气中残留的异能量是9阶强者所释放。一夜之间，蜀城出现一位神秘的9阶强者的消息，传遍了整个龙汉谷。龙汉谷国异能者协会总部，年过花甲的独孤求败看着手里的消息，深吸一口气，务必查出他的真实身份。一位9阶强者对局势的影响太大，一瞬间，整个国家机器都开始运行起来，只为查到这个不存在的9阶强者。与此同时，西方各国也得到了这个消息。奥林匹斯神山上，宙斯神色凝重，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推迟了。冥王哈迪斯冷哼，一个9阶而已，我们又不是没有，怕什么？雅典娜摇头，龙汉谷国那边也有隐藏强者，还是谨慎一点为好。最终经过众神的商讨，一个针对龙汉古国的计划，因为一个不存在的人被迫推迟。次日清晨，我便在院子里开始修炼先天剑气。半个时辰后，我收拢功法，为何我还是不能突破筑基期？我蹙眉，按理说炼气大圆满之后，吸收了先天剑气的力量，我应该当场突破筑基期才对。现在我却迟迟不能突破。我坐在沙发上休息，并打开了辅助系统，环顾四周，视线内只有一个黄色宝箱，竟然在学校里。我眼前一亮，起身换上校服，骑上自行车来到蜀城第4中学。今天正是学校搏击训练的日子，在班主任谭林的带领下，一众学生来到了搏击馆。搏击馆很大，分上下2层，下层是搏击场，上面是兵器馆。异能时代，为了斩杀强大的魔兽，人类重新回到了肉体搏击和冷兵器时代。我满头黑线的看着天花板，宝箱居然在2楼兵器馆。正当我琢磨怎么上2楼的时候，对面一个50多岁的矮小老头走过，正是蜀城第一剑术大师庞统。和他打过招呼后，扭头看向身后的学生，今天进行搏击对练，苏木张博出列。我眉头微蹙，缓步走出去。而另一边，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大汉，那人身高2米，全身肌肉成块。老师，这是诚心要掐灭苏木参加武课的念头，这样总比他在历练中丧命要好。下面的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擂台上，我看着张博，辅助系统自动开启，视线闪过蓝光，张博头上出现了一个消息框：张博，力量系 C 级觉醒者，异能10倍强化，10倍强化能够将肉体力量、速度、防御同时强化10倍。苏木，小心了！张博说着便弯下腰，下一刻整个人就原地消失。1秒后，他原先所在的地面才瞬间出现2个脚印，而此刻的张博已经出现在了我身后，抡起的拳头泛着钢铁般的光泽。不错，已经触摸到了1阶强者的门槛。庞统微微点头，不过你另一个学生看着不太行啊。庞统和谭林同时看向擂台另一侧，我静静地站在原地，感受到身后紊乱的空气和狂暴的异能量。我面色平静，这就是觉醒者吗？也就炼气一重天的地步。就在张博的拳头临近之时，瞬间先天剑气遍布全身，我挥手一指点出去，汹涌的剑气迸发，森冷剑气凝成直接穿透了张博的肩膀，将他整个人弹飞出去。刚刚那是异能量，庞统和谭林脸色同时一变，我感受到异能量的稍纵即逝，但那股力量非常纯粹可怕，就连谭林都有些心惊。庞统深呼吸，这孩子异能量只怕已经达到了2阶。行了，都下来了。谭林干咳一声，我起身走向庞统和谭林说道：老师，我想去2楼武器室看看。旁边的庞统见状笑道：小伙子，是想挑一件趁手的武器吧？正好老头子我没事干，我带你上去吧。说罢，转身带着我来到了2楼。2楼墙壁上挂着各种开刃的兵器，刀、剑刃、18般武器应有尽有。此刻的场馆空无一人，黄色宝箱就静静地悬浮在场馆中心。我不动声色地从墙壁上拿起一把剑，刚要去宝箱跟前，身后就传来庞统的声音：选好了。我一愣，连连点头。我去那边空旷地方试试。庞统从墙上也取下一柄剑，笑道：空耍多没意思，老头子，再陪你过2招。庞统长剑出鞘，一个箭步便来到我面前，长剑直刺我面门。我蹙眉，先天剑气一震，剑气中与庞统长剑对碰在一起，火花四溅。转眼间，我们已经交手10几招。庞统脸色一变，面对我这个年轻人，从刚开始的招架到现在已得悉，短短时间就已经摸透了他的剑招路数，好可怕的悟性。庞统心里暗暗吃惊的同时，升起爱才之心，手中剑法不再保留，开始快攻。就在他以为能将我的潜力全部逼出来的时候，却骇然发现我竟然完全跟上了他的节奏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在使大有转手为攻的意思。此子未来绝对会是一位剑道宗师。短短时间，庞统心里对苏木的评价就提升了好几档次，而我却心中一动，他的剑意怎么越来越弱？庞统的剑意从最开始锋芒毕露，短短几个呼吸就变得软绵无力，如今更是畏手畏脚。又一次交手，庞统收剑直立，此刻的他已经满头大汗，微微喘息。小伙子，你很不错，小小年纪就能将剑法修炼至此，老头子佩服。庞统长出口气，摆手道：行了，老头子我剑法不如你，你自己在这里慢慢待着吧，我先下去了。目送庞统离开，我收起长剑，走向宝箱。宝箱盖子翻开，2个玉瓶从里面飞出来。恭喜获得10枚培元丹，1枚筑基丹。培元丹可以快速恢复法力，筑基丹突破筑基期所需要的丹药。我大喜，伸手将2个玉瓶收进手中，将筑基丹拿出来。筑基丹是一枚青色药丸，散发着淡淡清香，希望一次成功。我盘膝而坐。
深呼吸，将丹药吞入腹中，丹药入口即化，一道磅礴的灵气从口中进丹田，气血霎时间，乳白色的气旋化作青色，一股恐怖的吸力爆发，磅礴的灵气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我汇聚，在我的头顶形成漏斗，倒灌而下。我急忙收敛形神，稳住灵台，运转先天剑气，炼化着磅礴灵气。渐渐的，丹田内的气旋开始向内探，一片星空从气旋中央露出来。随着气旋崩塌，我的丹田变成了一片璀璨星空。星空中，一朵青莲战法莲台之上，一座青铜三足鼎静静悬浮着，一股强横的气息从我的身上释放。国际馆内，谭灵看到庞统垂头丧气下来，疑惑问道：“庞叔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庞统苦笑着摆摆手：“你们班那个小娃娃不简单啊，老头子我练了半辈子剑法，还不如他10几年光阴呢。”谭灵惊愕，庞统可不是一般人，乃是一位货真价实的7阶强者，剑法整个西南地区说第2，没人敢说第一。我刚才试探了一下，那小子，我估计他已经触摸到了3阶强者的壁垒。什么？谭灵再次一惊，16岁的3阶强者，绝对算得上天骄了。就在这时，整个场馆顶上轻乌一阵，一股磅礴的异能量从头顶一闪过，庞统猛地抬头，惊愕地叫出声：“他突破了！”这一声顿时引来所有人的目光。庞叔，谁突破了？谭灵疑惑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瞳孔剧烈一缩。您是说？庞统怔怔点头。谭灵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睁开眼睛，眼底闪过一丝惊喜，没想到这么顺利，而且我的道台居然是至尊灵台，凝聚至尊灵台，日后不死必成仙尊。我没想到自己天赋居然如此厉害，我现在应该堪比3阶强者了吧？在这个世界也算有了一定地位。不过我总觉得自己的战力应该不止于此。我起身，将手中长剑收起来，正欲离开，忽然窗外闪过一丝蓝光，我猛地看向窗外，在我的视线中，一道淡蓝色光柱直刺苍穹。蓝色宝象，我瞳孔一缩，那地方是蜀山。次日傍晚，我趁着夜色御剑来到蜀山，这次我没有收起飞剑步行，而是径直进了蜀山，飞剑划过天空。我忽然看向脚下森林，昏暗的森林中，密密麻麻的蜘蛛铺天盖地的向着一处山谷追捕。鬼面蛛，鬼面蛛，一种1阶魔兽，平日里生活在地底，只有母体鬼面魔蛛遇到危险才会大规模出动。鬼面魔蛛是3阶魔兽，正适合我来练手。我御剑顺着鬼面蛛行进的方向飞去，很快就看到了一个植被稀少的山谷。该死，这东西怎么这么多？都小心点，我感觉到周围有3阶魔兽的气息了。刚刚靠近，我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。我蹙眉，飞到山谷上方，果然就看到山谷中有3个人背靠背奋力抵抗着，如潮水涌来的鬼面蛛，果然是他们。下方3人正是我前2天救下的徐坚夫妇。忽然，山谷深处地面震动，咆哮声中，一道恐怖的嘶吼弥散整个山谷。我抬头，只见山谷深处扬起沙尘，一头接近40米高的8爪蜘蛛从地底钻出来，是3阶鬼面魔蛛。你们照顾好自己，我去灭了他。徐坚对身后母女说了一声，双腿用力，整个人就如同炮弹般飞向鬼面魔蛛。突然，徐坚脚下的地面炸裂，一道飞光瞬间将他淹没。徐坚浑身冒着黑烟，从天上跌下来，地面塌陷，又一头鬼面魔蛛从地底爬出来，张开血盆大嘴向他咬去。我看着这一幕，眼中冷光一闪，剑诀变换，凭空凝聚3道剑气射向鬼面魔蛛，剑气长吟，瞬间就将鬼面魔蛛击痛，并在其身上留下3道深可见骨的血痕。是他。徐清雅看到这一幕，猛地抬头就看到一个少年逆行。我法力运转瞬间，就在周身凝聚出了9道先天剑气。我御剑而行，9道剑气杀向鬼面魔蛛，2头鬼面魔蛛在他的攻势下很快便满身伤痕，惨叫连连。好厉害！徐清雅一家子汇聚在一起，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真是少年英雄啊！徐坚感慨，想他30多岁才堪堪成为3阶强者，却不及我弱冠之年的成就。压着2只3阶魔兽打了半天，我惊讶地发现，2只魔兽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威胁。如此看来，筑基期修士堪比4阶强者。既然已经测出来自己的实力，你们就该死了。我的眼中闪过冷芒，清风剑出鞘，先天剑气，我的体内先天剑气涌入清风剑，清风剑上光芒大盛，一股惊人的杀气掠过山谷，清风剑化作流光，瞬间贯穿了鬼面魔蛛的眼。清风剑在空中转了一圈，剑势不减，又杀向另一只鬼面魔蛛。鬼面魔蛛察觉到恐怖的杀意，直接遁地逃跑。清风剑没入地底，随着一声惨叫，清风剑破土而出，重新回到苏木脚下。恩人，你又救了我们一次。徐坚起身向我深深鞠躬。你居然没事？我有些惊讶，被3阶魔兽偷袭，徐坚竟然一点伤都没有。徐坚闻言笑道：“多亏了这套暗金战甲，我算捡回了一条小命。黑科技啊！”我看向徐坚身上的盔甲，这玩意居然这么厉害，看来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你们怎么没有离开蜀山？徐坚神色突然凝重。其实我们本打算离开的，但半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鬼面魔蛛的巢穴，里面有元至晶体的碎末，我们怀疑这里有元至灵晶。元至灵晶？你确定？我大惊。徐坚点头说道：“我就是干这个的，我很确定。”这里有元至灵晶。我陷入沉思，元至灵晶能够无副作用提升一次异能者等级，是非常珍贵的材料。虽然不确定元至灵晶能不能提升修为，但到时候卖钱也能赚一笔。你们带路，元至灵晶我们平分如何？徐坚3人闻言连忙点头，随后4人便向着鬼面魔蛛巢穴走去。不一会便来到了阴暗潮湿的地洞中，很快就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，在溶洞顶部，一只巨大的红色鬼面魔蛛倒吊在蛛网上，而在其下有一个长满紫色晶体的珊瑚树。居然这么多元至灵晶！我瞳孔一缩，那些紫色晶体粗略数足有30-40枚。看着那巨大的血红色魔蛛，徐坚脸色有些难看。
这里果然有4阶鬼面魔蛛王。我回头看向徐坚说道：“我来对付鬼面魔蛛，你们采摘原质灵晶。”徐坚有些担忧：“那可是4阶魔兽，要不我们俩一起上吧？”你的战甲已经废了，在我身边只会让我分心。记住，拿到原质灵晶立刻就走。我说完便施展御剑术杀向鬼面魔蛛王。鬼面魔蛛王被惊醒，咆哮着向苏木杀来。先天剑气，12柄先天剑气化作流光，从四面八方刺去。一时间，后者身上火星四溅。我蹙眉，这鬼面魔蛛王的身体硬得仿佛钢铁，先天剑气竟然一时间。又是12道先天剑气化作流光，在鬼面魔蛛王身边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剑网，一时间将鬼面魔蛛王定在半空中。他居然是个4阶强者！这一刻，饶是徐坚见多识广，也有些瞠目结舌。爸妈，我们快去采摘原质灵晶。徐清雅率先回神，3人赶忙跑进洞中采摘地上的原质灵晶，似乎察觉到了有人在偷自己的东西。鬼面魔蛛王突然暴怒，一道道猩红异能从体内爆发，直接将我的剑网击碎。我神色不变，剑诀再次变化。这一次，我周身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虚幻剑影，剑势，我双目中璀璨，一指点向发黄。密密麻麻的剑光汇聚，化作一条璀璨的长河，从我的头顶横横而过，瞬间就将鬼面魔蛛王笼罩进去。霎时间，惊天杀机迸发，无数剑影从四面八方向着鬼面魔蛛王绞杀，然后以鬼面魔蛛王此刻身上也出现无数的血痕。鬼面魔蛛王身上红光暂现，张口向我射出一道血光，血光速度飞快，几乎眨眼便知。我眼前一亮，好机会！收起清风剑，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半空中。我将全身法力凝聚在手中清风剑中，清风剑长银化作流光，瞬间从鬼面魔蛛王口中没入，随后从其后脑勺贯穿而出。鬼面魔蛛王惨叫一声，身体不甘地从半空中落下，很快就没了气息。我从半空落下，突然想起4阶魔兽是有魔核的，我挑开鬼面魔蛛王的脑袋，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颗带血的绿色晶体。收起魔核，我环顾四周，徐坚3人早就带着原质灵晶离开了。我御剑飞出地洞，很快就找到等我的徐坚3人。恩人，这是所有原质灵晶。徐坚将几10颗原质灵晶放在地上，我看了看，直接从中间分成2半，然后拿走了一半。我拿一半，剩下的给你们。几人很爽快就分完了东西。徐清雅看到我手里提着个大布包，行动很不方便，便从手上摘下手环。这是空间手环，可以存放东西。我接过手环，在徐清雅的帮助下，将原质灵晶收进空间手环内。行了，你们快离开吧，我也要走了。徐坚挠挠头，恩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救我们一家子2次，以后有事您就说一声，我们老徐家赴汤蹈火都给你办了。我蹙眉，这一家子看着就不是寻常人家，也许日后能用得上。我抱拳说道：“苏木。”说完便御剑而去。徐坚看着转眼就消失的我，啧啧称奇，真羡慕他们这种能飞天遁地的人啊！收回目光，3人便离开了蜀山。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，鬼面魔蛛王的尸体前出现了一个个子矮小的中年男人。中年男人看着地上的尸体发出怒吼，恐怖的音浪将整个山洞震动隆隆作响。居然敢杀害我的主人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中年男人盘膝而坐，身上异能量震动，眉心飞出一缕白丝，落入鬼面魔蛛王脑海中。很快，一道虚幻的丝线出现在中年男人面前。找到你了。中年男子冷笑一声，瞬间消失在原地。蜀山深处，我从天上落在一座山峰上，收起清风剑，缓步走向山顶。山顶正中央，一个淡蓝色宝箱静静悬浮着。开启宝箱盖子，缓缓打开，箱子里面只有一团青色气团。混沌斩现为阴气法器一经施展，可以瞬间斩杀元阴气修士。此法器可以无限成长，可以无限成长法器。我大喜，下一刻，青色气团就进入他的胸口。这次收获挺大。我轻笑，蓝色宝箱虽然没有让我的修为直接提升，但是却让我多了一张底牌。抬头看了一眼天色，我思索了一下，拿出一枚原质灵晶，试试看能不能炼化。我盘膝而坐，将原质灵晶握在手里，法力运转，掌心的原质灵晶便砰一声破碎。但紫色的雾气从掌心升腾起，随着我的鼻息吞吐，紫雾化作2道气龙涌入体内。随着紫雾涌入体内，我只觉得大脑一阵刺痛，仿佛有东西在撕裂自己的灵魂。神识觉醒中，请宿主继续吸收原质灵晶。我一惊，神识可是只有元神期修士才能觉醒的存在，没想到我居然误打误撞觉醒了。来不及细想，我拿出数10枚原质灵晶一起捏爆，浓浓的紫雾环绕我的周身。随着我的呼吸被吞入体内，我的眉心渐渐泛起灵光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紫雾被我吸收，眉心的灵光化作了一个淡银色的神秘符号。随着银色符号形成，我猛地发现，方圆100米之内的一草一木，甚至是天地灵气都能被我观察到。这就是神识。我惊讶，这就像是在我的脑海中安装了一个360度雷达。突然，我发现神识中，我的身后出现了一个人。几乎下意识，我低下头，一柄刀擦着我的头发掠过身后之人，似乎没想到我居然察觉到了。他愣了一瞬间，我回过神，回身一道清风剑斩向身后。剧烈的金属撞击声传来，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，但清风剑却仿佛斩在了铁柱上面的火花四溅。借着反震力，我飞身后退出数丈之远，随后惊疑不定地看着那片空气，空气晃动，一个人凭空出现那里，那是个身高1.6米的中年男人，身着黑色和服，手持一柄武士刀，竟然是小鬼子。中年男子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冷冽。就是你杀了我的宠物吗？话音落下，中年男人直接原地消失。好快！我的神识一直盯着中年男人，他
他在消失的瞬间，就以一种人眼无法识别的速度出现在了自己面前，手中武士刀直刺自己咽喉。我仰头快速躲避的同时，清风剑也刺向中年男子胸口。中年男子攻击招式瞬间变成防守招式，挡住我的攻击，随后翻手一刀斩向我。我收剑格挡，刀剑交击的瞬间，一股可怕的力量从清风剑上传来，好大的力气！我被那股力气震飞出去，心里急忙大呼：系统，给我看看这人的信息。眼前闪过蓝光，中年男子头顶出现了一个信息：狂弓藤木 ，S 级力量系6阶强者，异能高级隐身，能够躲过任何仪器探查。只有精神蜥蜴能够发现6阶强者。看到这4个字，我没有任何犹豫，转身施展御剑术，头也不回就跑。5阶强者，工藤木看到这一幕，瞳孔一死。不对，他不是5阶强者。工藤木摇头，刚才的交手中，他明显感觉到我只有4阶战力，能够轻易识破我的隐身，还能够御剑，只有一种可能。工藤木双目微眯，精神系异能者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能够遇到一位龙汉古国的天才，本人的运气看起来不错。工藤木咧嘴一笑，一副红色的特殊合金武士铠甲覆盖全身，随后一块红色滑板状飞行器从铠甲背后落在脚下。工藤木踩在飞行器上，他整人猛地腾空而起，向我追来。好快的速度！我心里一惊，工藤木那身铠甲的速度太快了，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追上我。这样下去，我连蜀山都走不出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拼了！我眼中闪过一丝冷芒，看了一眼地形，直接飞进大山。在神识的帮助下，借助地形，很快就来到了蜀山边缘的一座山谷中。收起清风剑，我名周生。片刻后，一道青色光雾从胸口升起，正是我刚刚获得的混沌斩仙雷。不跑了！工藤木并没有隐身，直接出现在了我面前。用你们龙汉古国的俗语来说，你这不是束手就擒了吗？工藤木调侃道。我感受到胸口传来阵阵凛，微松口气，抬头对着工藤木咧嘴一笑：你信不信我能杀你？信！工藤木很笃定，以你的天赋，5年时间，你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杀死世界上任何一个6阶强者。但是我是不会让你活到那一天的。话音落下，工藤木便以音速冲向我。然而就在他刚刚靠近我的刹那，一股恐怖的危机感油然而生。不好！几乎下意识，工藤木就低头倒退，头也不回的隐身遁走。下一瞬，我的胸口升起一团青色光雾，光雾中雷光闪烁。混沌斩仙雷！去！我缓缓吹出一口气，一道金光升起，盘旋在我的头顶。小小的气旋中，有些恐怖的力量在涌动。金光中，一道水桶粗的青色雷霆冲天而起，瞬间将整个天空映照成圣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工藤木抬头看见天上发青的天空，下一刻，瞳孔中一道青芒一闪。工藤木冷哼一声，缓缓低头，忽然视线开始旋转。他看到自己正在和一具身着红色战甲的无头尸体一同坠落山谷中。我捂着胸口剧烈咳嗽，混沌斩仙雷几乎抽干了我身上所有法力。这玩意不到生死攸关之时，绝不能动。我一脸心有余悸，如果刚才没有斩杀工藤木，我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。不过混沌斩仙雷的恐怖之处也展现出来了，6阶强者在高级战甲的保护下，也能一击必杀。半晌，法力恢复了一些，我站起身，御剑快速离开现场。次日清晨，蜀山上围满了异能管理局的人，他们都震惊地看着地上那具身着战甲却尸首分离的尸体，看他的伤口是被一击必杀，这还是在他身穿高级战甲的情况下。这个状态下，就算是城主都做不到吧？众人纷纷倒吸凉气，为首的中年男子脸色凝重，背着手沉吟片刻，看向一旁的老者。你觉得呢？老者正是庞统。庞统说道：想要一击斩杀拥有高级隐身能力，并且全副武装的6阶异能者，起码也是8阶以上，而时常出没蜀山的8阶以上强者，只有那位神秘的9阶。这件事先放放，当务之急是弄清楚扶桑有多少人混进了蜀城。我们在西南内地，扶桑的人跑这么远，肯定目的不简单。众人点头，随后转身各自离去。我也走了。庞统摆摆手离去。中年男子有些疑惑：您都这把岁数了，怎么还爱上班了？庞统轻笑：我发现了个好苗子，当然要好好培养了。能让您这么看重的人，肯定不简单。有时间让我也见见呗。中年男子笑道。庞统摆摆手：你很快会见到的。而此时，我已经来到学校的搏击馆。前天离开时，庞统特意交代今天让我过来。推开门就看到里面已经有3个人等候，2男1女，都是大他2届的学长。半个小时后，庞统和谭林走了进来。庞统说道：人到齐了，现在由谭老师来说说武考的相关事宜。谭林上前：今年武科试炼是西部3州联考，你们将与云州府和甘州府2地的所有武科考生一同参加历练，历练为期1个月时间。你们可以携带任何道具，只要活着度过规定时间便算合格。武科试炼场地由考试院抓阄，具体我不知道，考试流程基本一致。首先，你们需要自己想办法进入试炼地区，考官只会把你们带到城市周围，在进城之前，考官会给你们发一张电子地图，上面有加分点。你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进城后活着度过规定时间，这样就能拿到60分的及格成绩。至于加分项，有机会就去拿，如果感到有危险就别去。规则就这么多。谭林脸色一变。现在给你们讲注意事项，不要和其他考生走太近，不要高估人心。考场内积分可以互相转移，有些人会专门做这种杀人越货的勾当。武科高考，你可以看作是一场决斗场，里面遵从的是丛林法则，除了你身边的人，
还要注意，魔兽考场即便被清理过，但对你们来说依旧非常危险。最后一句，发现情况不对，第一时间打开救命保险，别心疼，考试可以重来，命只有一条。谭林神色严肃。3天后，5科高考开始，我轻装简行来到西南战备司，与其他考生一起坐着专用战车赶往目的地。一路颠簸，10几个小时后，战车终于停下。中年考官打开车门，所有人鱼贯而出。我环顾四周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处废弃水电站，在我们前方有一座被红光笼罩的城市，城市上方盘旋着几十只体型庞大的2阶飞行魔兽，从城市中时不时的能听到魔兽的咆哮声。36号废墟，我眼眸凝重，有些愕然。这里曾经是一座富饶的特大城市，人口规模达到600多万人，但大天灾之后，这里被兽潮淹没，所有人都被屠戮一空，整个城市彻底沦陷，成为魔兽乐园。很长时间都是人类避免。几十年前，人类异能者崛起，才重新将它从魔兽所夺，但里面的魔兽太多。即便经过这么多年侵入，里面依旧生存着大量4、5阶魔兽。这些魔兽对于普通人和低阶异能者来说，依旧具有致命威胁。所以这座城市即便夺回来，也被定性成了一片废墟。大家好，我叫洪峰，是这个考点的主考官。现在我来说一下这次考试的规则。洪峰负手而立，身着一身金色战甲。接下来，你们需要在前面的36号废墟中生存1个月。洪峰说完，摆摆手，每个车上的考官立刻拿出一把电子手表，然后挨个发放给自己车里的考生。洪峰指着手表道：“这是电子地图，里面有36号废墟的精确地图。”并且上面清晰地标注着所有加仑点。当然，这东西也是你们的保命符。如果觉得有生命危险，就按下旁边红色按钮，里面有7阶强者的一道异能，能够帮你们撑一段时间，等待我们的救援。洪峰咧嘴一笑，但代价是什么，你们也很清楚。现在都想办法进城吧。提醒一下，3天内没有进城的人，将统统会被视为0分。言罢，装甲车和考官全部离开考点，现场只剩下一群茫然无助。而我已经径直向城市入口走去。等我来到1号入口时，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都穿着五花八门的战甲。就在我准备进去的时候，头顶响起轰鸣，我抬起头，只见一身穿红色战甲的少女飞来。少女一头红色长发，最为奇特的是她的一双眼睛是火红色，是火桑桑，一中的绝世天才。好强的气势，不愧是蜀城前几的天骄。人群不自觉地议论了起来。火桑桑可是蜀城的名人，8岁就觉醒 SSS 级自然吸引能，今年刚满16岁。打量着火桑桑，我最终将目光看向他脚下类似滑板的东西，上反重力器时速能够达到半音速。如果是5阶以上强者操控，比我预见还快得多。每一块的造价高达8000万联盟币，非常珍贵。真是富人靠科技啊！我撇嘴并收回目光，刚准备御空进城，突然一阵嘲讽声在我耳边响起。这是哪里来的土包子，连战甲都没有，也敢来参加武考？我参加3次高考了，还是第一次。剑川这样参加试炼的，我也懒得理会。清风剑一闪而出，我轻飘飘的腾空而起，落在清风剑上，化作一道流光飞入前方，留下一众人在那里倒吸凉气。我御剑飞行，5阶强者啊！怪不得人家不穿战衣，有这实力，穿个屁的战衣！城市中，我从天上落下，谨慎地环顾四周，随后向前走去。与蜀山一样，在这里也不能随意飞行，否则会被隐藏在暗处的魔兽盯上。徒步行走是相对安全的方式。忽然，我的视网膜上闪过一道黄色光芒，随后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光柱，紧接着又出现数道光柱，最后我的视线中出现了40道黄色光柱，遍地宝箱。我眼前一亮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宝箱等级和所处环境的危险系数有很大关系。我快步向着一处宝箱所在位置走去，行至一座残破的小区中，还没靠近宝箱，我心头一震，一股危机感浮现。我立刻停下来，用神识扫过周围200米内的所有地方。两侧的楼层中，数十只牛犊大小的黑色老鼠快速穿行。一阶魔兽钢齿鼠由下水道的老鼠一变而来，最喜欢啃食人类，其次是钢铁。我记得课本上对钢齿鼠的评价是屠杀人类最多的魔兽。我顺着脚下的地面看向残破的小区中心，那里有一缕青烟袅袅升起，显然已经有人去了那里，并且和钢齿鼠发生了战斗。不过我没有理会，而是继续向着黄色宝箱走去。残破小区中心处，一道火红身影正在快速移动，目光时不时看向上。地上到处都是跟牛犊子一样大小的老鼠，密密麻麻，宛若潮汐。火桑桑控制着反重力器，快速穿行在废墟间，时不时挥剑斩杀头顶上的钢齿鼠。钢齿鼠1、2只对他没有任何威胁，但这里的钢齿鼠足有几万只，陷进去迟早被耗死。火桑桑快速向着前方飞去，忽然他面前出现一个青衣少年，他脸色一变，快走，这里已经被钢齿鼠包围了！火桑桑大声吼道，而我早就发现了他，淡淡瞥了他一眼，继续向着只有100米距离的黄色宝箱走去。火桑桑见我竟然不理他，顿时心生恼火，冷笑一声，不知死活，一会儿有你求我的时候。这时，密密麻麻的鼠群已经从4面8方朝着我涌过来，我眼中闪过冰冷杀意，剑直竖起，身边出现数十道先天剑气，每一道先天剑气仿佛有生命般游走在他周身，凡是靠近我200米内的钢齿鼠都被一击毙命，任凭钢齿鼠冲击，但却不能进我分毫。而这个时候，我终于来到宝箱面前。宝箱缓缓打开，里面是一本泛黄的册子和几张符箓。恭喜宿主获得5雷正法。5雷正法分为雷五法和5雷符。5雷法修炼大成，能操控天下雷电；5雷符可召唤5方清雷，震杀邪魔。5雷正法对魔兽有震慑作用。这个不错，我心中一喜。
五雷正法化作一道流光没入地心，脑海中一阵轰鸣，我眼中闪过丝丝雷芒。就拿你们试试五雷正法的威力。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钢石水，我收起先天剑气，双手结印，汹涌的法力涌入掌心。还要干什么？火桑桑看到我突然收手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小区上方天空一暗，滚滚雷掌心雷，我一掌拍出去，瞬间密密麻麻的雷霆笼罩了方圆100里，汹涌的水流发出来，开始如潮水般喷出。雷霆散去，地上只剩下一地钢石鼠焦黑的尸体。火桑桑已经看呆了，我居然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让他头疼的鼠群。从始至终，我几乎没有情绪波动，仿佛随手拍死一只蚊子一般。他是谁？还不错，对五雷正法的威力还算满意。瞥了一眼向这边飞来的火桑桑，我踏上青龙剑，扬长而去。御剑飞行，火桑桑差点从反重力器上掉下来。五阶强者在天空中的巨型飞船上短暂沉寂之后，洪峰猛拍桌子，马上给我找出他的资料。洪峰又激动又震惊，16岁的五阶强者，这样的天赋放在整个龙汉谷也是顶级天才。很快，手下人递给了他我的资料，看过之后，洪峰眉头紧紧皱起，因为我高中3年的成绩只能用离谱来形容，所有理论满分，但实践都是0分。他在故意隐藏实力，对身边人说道：“把他的资料上传到武馆，并将他定为特重点观察对象，编号00，监视器全程监控他的行踪。” 3天后，我把废墟外围20个加分点全部转了一圈，期间我遇到了许多组队进城的考生，看着他们挣扎在魔兽群中。我只是淡淡瞥了一眼便离开了。既然选择这条路，就应该承受选择带来的风险。我看向手腕上的电子表，打开积分排行榜，我以40分的成绩排在第1名，而第2名只有23分，比我足足少了17分。就在我继续进行寻宝大计之时，电子地图中的交流区直接陷入骚动。这个苏木是谁啊？他怎么已经40分了？除去单人进城送的20分，他剩下20分哪儿来的？别告诉我，他把整个外圈的加分点都刷新了一遍。火桑桑关掉论坛。原来你叫苏木。自从上次在钢齿鼠加分点匆匆的惊鸿一瞥，那个青衣长剑乘风而去的少年背影就深深长在了他脑海中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火桑桑眼中一片炙热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刷分，我也陪你刷城市。一脚刚踏入城市的徐清雅关掉论坛，嘴角升起一抹苦笑。差距还是这么大吗？原以为吸收了元智灵晶后，他和我之间的差距会小点，没想到反而越来越大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原本想着控分的人也坐不住，被迫加入内卷。一时间，整个考场哀鸿遍野，我成了公敌，几乎每天都有人声讨我。然而我对这一切却毫不知情。我正在破碎的别墅的顶楼夹层中，我看着面前的箱子里的东西。青龙白浪仙衣筑基期法器，面料由囚龙落叶制作，经过龙血浸泡而成。身着此仙衣可震慑妖魔。红石仙衣内部团刻有3道法阵，可聚灵防御攻杀。我表情一凝，这衣服居然是筑基期法器，刚穿上我就明显感觉到周围灵气变得浓郁。现在的我即便是不主动运转先天剑气，体内法力也在慢慢增加着。心念一动，衣服上的白色浪花纹路绽放出灵光，一个淡蓝色水母出现在周身，这强度足以挡下4阶强者的全力一击。我暗喜，心念再次一转，衣服上的青龙纹绣仿佛活了一般，从衣服上脱落，现在的周身身上的青龙化作一道青光，瞬间穿透了面前的墙面，留下一个黑洞洞深坑。我满意的点头，正打算离开，神识中突然出现了2男2女，站在别墅大厅里。为首的男生身着黑色战甲，手持一柄附带镭射炮的双面战斧，其身后的女生一身粉色合金战甲，手持双斧警惕地打量着四周，好像没什么危险。跟在最后的小女生说道：“看来那只魔兽已经走了。”为首的男子放松警惕，在大厅中满是灰尘的沙发上坐下。真不知道龙汉这帮考试院怎么想的，为什么选择在这36号废墟考试？李想，注意你的嘴！身着粉色战甲的少女冷哼一声：“没事，我刚才用战甲探查过了，这地方没有监控。”黑甲少年摆摆手，脸色变得凝重：“梁子小姐，我们的人还是没有完全联系到吗？梁子小姐，这好像不是龙汉古国人的名字吧？”我微微蹙眉，离开的脚步一顿，继续在暗中停着。梁子在另一处沙发上坐下。36号废墟太大了，我们的人又分散，想要快速聚集起来，有些难度。不能再等，必须马上开始行动。如果等其他几个考点的人汇聚进来，到时候再动手，恐怕就难了。李想说着，打开了排行榜，最终将目光放在榜首位置。梁子眉头一皱，这个人听说是5阶武者，你我虽然只是3阶，但是拥有终极战甲和反重利器，战斗力不比没有任何装备的5阶强者弱，联手之下足以将其斩杀。李想很自信地说道。我在楼顶上听到这话，忍不住挑起眉头，竟然是冲我来的。梁子沉思片刻，行动必须避开考场监控，最好把他引进建筑里。随即看向另一个女生：“美惠小姐，这件事就靠你了。”名叫美惠的女生起身：“请放心。引他上钩的任务交给我。”我闻言冷笑一声，身体一沉，脚下地面塌陷，整个人瞬间从阁楼掉到1楼。突然的动静让1楼的李想几人神经紧绷。李想拿起武器，警惕地看着烟尘中的人影。尘埃散尽，我身着青衣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大家好，我叫苏木。我微微一笑。你们不是要找我吗？梁子几人对视一眼。你刚才一直在这里。我摇头纠正道。在你们来之前，我就在这里了。这么说，我们刚才的对话你都听见了？我点头，随后好奇地打量着他们。听你们的对话，不像是本地人。梁子蹙眉。那你觉得我们是哪里人？我眼神变得锐利。
扶桑。梁子和李想脸色一变，你猜到又如何？死人没法把消息传出去的。李想突然暴起，手中战斧高高举起，斧刃上雷光闪烁，猛地向我劈去。我手中清风剑斗转，一抹剑光瞬间照亮整个房间。我被一道强大的力量震得后退数目。不等我稳定身体，身后鬼魅的出现了一道粉色人影，战绩落花百斩。梁子手中双刃交叉，百道刀光向我袭杀而来。瞬间，我身上泛起一道神光，直接将所有刀光抵消。梁子瞳孔一缩，急忙飞身后退，瞬间消失在空中。现在想走有些晚了。刹那间，整个房间气温骤降。我清风剑出鞘，瞬间激发出数百道渗人的青色剑气。美惠和另一个少年当场就被剑气打成马蜂窝，死的不能再死。梁子和李想有终极战甲护体，虽然隔绝了大部分剑气，但是自身也很不好受。千疮百孔的别墅微微摇晃。李想和梁子见状，快速闪身到外面。李想抬起斧子，对着别墅释放出一道镭射光，能摇摇欲坠的别墅瞬间发生剧烈爆炸。小心，那家伙没这么容易死。梁子脚踩反重力器，警惕地观察四周。就在这时，废墟中突然闪过一道青光，梁子下意识偏头，一柄剑贴着他的脖子一闪过。不等他有反应，面前已经出现一道青色符箓五雷符。下一刻，密密麻麻的青雷将他淹没。李想脸色一变，驾驭着反重力器冲向我。我目光森冷，缓缓举起清风剑，无数剑气从体内涌入手中长剑。浮游撼树，螳臂当车。璀璨的剑气瞬间将李想淹没。等到雷光与剑气消散，地上只剩下2副血淋淋的战甲。我蓦然收手，抓起地上的电子地图，将里面的分数转移到自己身上。排行榜上，我的分数瞬间从42暴涨到82，排名第10和第11的2个名字也变成了灰色。一时间，整个高考论坛又直接炸锅，名字变成灰色就代表着被淘汰或者死亡。这明显是被我嘎了呀！飞船上气氛凝重，洪峰和数十位主考官脸色铁青。地面对飞船舱门站，一道气息骇人的人影大踏步走进来。来人头发花白，看着60多岁，但身材壮硕，身披重甲，一身粗放威猛的气势如日中天。洪峰等人见到老者，神色立刻肃穆，挺直腰杆子敬礼。来人正是龙汉古国7大武馆之一，坐镇西北的天下雄关武馆的馆主，龙汉老牌8阶强者霍连山。霍连山坐在主座上，沉声道：“说说具体情况。”洪峰立刻跨步出列，请馆主看大屏幕。屏幕上正是方才我斩杀李想和梁子2人的监控视频。视频是从李想4人进门开始录制，一直到他们被杀结束。霍连山拍桌而起，整个人宛若一头发怒的雄狮。我国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中，居然混进来了他国细作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不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不管是谁牵涉其中，都给我一查到底！帝国根基绝不能动摇。洪峰等人立刻挺直腰杆。霍连山发完火，这才冷静下来。打量着视频中潇洒离去的我，眼中满是惊艳和赞赏。这小伙子不错，是个可塑之才，叫什么名字？洪峰说道。他叫苏木，6中16班学生，父母是原西南第1军区战备司战士，在10年前的受潮中牺牲。霍连山神色瞬间肃穆，原来是烈士的孩子。就在这时，监考员发现情况，立刻大声说道：“排行榜上所有学生都向编号00观测对象靠拢。从论坛记录看，他们似乎是要围杀苏木。”什么？洪峰等人脸色巨变，排行榜所有人围杀榜首，这种情况在高考史上是第一次出现。霍连山饶有兴趣地看着屏幕中的我：“小家伙，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应对？”云香大酒店内，曾经地标性建筑，此刻已经残破不堪。我从进门开始就畅通无阻地来到了顶楼。所有1、2阶魔兽看到我都会主动让开。青龙白浪仙衣还真是好用，自从穿上这身衣服，1、2阶魔兽根本不敢靠近我，一路上给我少去很多麻烦。一个绿色宝箱正悬浮在半空，而在宝箱上方有一个巨大的钢铁鸟巢。我走向绿色宝箱，箱子缓缓打开，从里面飞出来一张写满字的符箓静心神咒，道家8大神咒之一，念诵之时可净化心中邪气，保护神魂，不堕魔道。收起静心神咒，我正欲离开，就在这时，云香大酒店周围的楼顶上出现了一个个人影。我脚步一顿，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浮现。我缓缓转头看向四周，忽然3块反重力器贴着酒店墙壁飞上来，随后稳稳地停在楼顶。每个上面都站着一个年轻人，而在楼下还有几十个年轻人，已经将整个大楼团团围住。我警惕地环顾四周，随后目光落在面前的2男1女身上。一中的梁永明身着一身蓝色战甲，手持一柄开山月；二中成军身着白色战甲，长相帅气，武器是一柄白色战刀。唯一的女生便是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火桑桑。火桑桑3人对视一眼，梁永明上前，苏木，他刚张嘴，头顶就闪过一道黑影，一个青年抡起战斧就对着我砍来，找死！我心头一沉，眼中杀意凛然，手中长剑在这一刻不再保留，一剑斩飞头顶大斧的同时，我手掌一翻，拍向距离自己最近的梁永明，掌心雷。梁永明猝不及防被天雷崩飞。这时候成军和火桑桑才回过神。张晨，你干什么？苏木，快住手！我们不是来挑起战争的。火桑桑焦急地说道。然而他话音刚落，他背后就有18道身影冲向我。梁永明死了，苏木就是冲我们来的，大家不要再被骗了。杀
杀掉他，大家才能安心。我脸色阴沉，冷笑一声：“你还说不想挑起战争？既然你们想要打，那便来吧。”我心中的戾气被激发，整个人双目通红，身上纯净的青色法力在这一刻泛起淡淡血光，头顶白云冠被无形之力崩碎。我黑发狂舞，整个人此刻宛若一尊疯魔，瞬间消失，下一刻便出现在了一个少年头顶，一剑斩下去。少年身上的战甲在我面前仿佛纸糊的一般，瞬间就被切成两半。乱了套了！程军急得直挠头，好好的谈判怎么就突然开打了？先联手控制住他再说。梁有明从地上爬起来，黑着脸瞪了程军一眼。现在这里只有我们能拦住他了。他们三个穿的是高级合金战甲，防御力就算是5阶强者也打不穿，在我面前有自保之力。程军和火桑桑对视一眼，三人不再犹豫，拿出各自的武器冲向我。嗅到身后3道气息，我眼中血光更甚，一剑削掉一个3阶考生的人头，回头冲向梁有明。三人抬手一剑斩出，一片剑芒扑向三人。程军脸色一凝，周身白色狂风大作，战技白风煞刃，狂风凝聚成了数道白色锋刃，狠狠与剑芒碰在一起，发出剧烈的爆炸。程军连连后退，拿着战刀的手不停抖动。火桑桑和梁有明对视一眼，趁着剑芒被迫从两侧杀向我，瞬间三人战作一团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三人联手才堪堪挡住我的攻势。好小子，一打3不落下风。霍连山在飞船上畅快大笑，洪峰见状苦笑。关主，他们都是蜀城的未来，谁死了都是我们巨大的损失，我们还是干预一下吧。霍连山瞥了洪峰一眼，冷哼道：“我是那种分不清轻重的人吗？你们没发现刚才的事情有些蹊跷吗？”洪峰等人一愣，仔细回想之后，后背阵阵发凉。霍连山眼中闪烁着冷光。刚才第一个出手的学生，给我重点关注，好好查查他背景，敢在高考上动手脚。就在这时，战场上发生变化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逐渐出现力竭。这家伙终于累了，程军快哭了。这一仗下来，比他一个人单刷钢池鼠老巢还累。梁有明和火桑桑也松了口气，现在只要按住我，一切就可以平息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又响起喊杀声。苏木不行了，大家一起上，趁现在杀了他！都给我滚！梁有明大声吼道，他已经察觉到不对劲，这场战争发生的太蹊跷。梁有明，你什么意思？他杀了我们好几个人，你护着他干什么？梁有明脸色一变，这才发现身后的人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掌控。程军和火桑桑也察觉到不对劲，这群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打算杀掉我的，玩老子是吧？反应过来的程军顿时暴怒，也不管身后的我了，直接转身对着冲来的人冲去，人群中直接扑上来，一群人将程军按倒在地，有人甚至在尝试杀死他。火桑桑和梁有明大怒，想要去救程军，可身后我却追着他们打。一时间，他们两头都顾不上，一声冷哼炸响，紧接着恐怖的威压笼罩下来，所有人直接跪在地上。霍连山从空中缓缓走下来，黑色的异能量在他身上蒸腾。都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就给我滚！恐怖的力量瞬间就将所有人震飞出去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猛地从昏迷中苏醒，坐起身，我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自己正躺在满是灰尘的破败房间里，身边坐着火桑桑三人。我蹙眉，这几个家伙不是要杀自己吗？我拍拍脑袋，有一段记忆消失了，你们不是要杀我吗？为什么没动手？程军抱着膀子气愤道：“要不是你当时不清醒，我们估计已经升天了。”程军，你少说2句废话。火桑桑没好气地白了程军一眼。其实我们就是想找你问清楚，你杀李想2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？没想到事情会成这个样子。我听完眉头深深皱起，我居然走火入魔了。深吸一口气，起身对火桑桑三人抱拳：“多谢3位手下留情。”不用。如果你是正常状态，我们3个绝对不是你的对手。程军摆摆手。对了，你到底是为什么要杀李想？两人从我刚才的谈吐能感觉出，我不是那种嗜杀之人。我将别墅中的事情告诉了三人，高考里面居然有扶桑的细作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们刺杀我不成，下个目标就是他们几个了。要不这样，大家留个联系方式，如果真有事，也可以互相帮忙。随即，4人用电子地图建了一个聊天群。嘿嘿，兄弟啊，你这身衣服哪弄的？程军一脸羡慕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青龙白浪仙衣，想了想，翻手拿出3套炼气期套装，1人1套，算我个人的一点心意，后会有期。我抱拳，随后御剑而去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座写字楼顶传来阵阵诵经，我盘膝而坐，随着口中经文吟诵，周身浮现出一缕缕煞气，随着经文中的道韵被一一化解。睁开眼睛，此刻的我眼中一片清明，静心神咒还真是有大用，这一切太巧合了。我走火入魔之前，正好遇上了静心神咒，总觉得这一切像是有人在为我安排好的。我走火入魔，就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整日杀生，心中戾气积攒得不到释放，这才一招堕魔。不过好在没有酿成大祸，轻易就能化解。满血恢复后，我来到了一处学校，刚走到操场附近，周围便出现了2头3阶铁背猪。我看了一眼，刚准备随手处理了，这时从身后走来一个青年，自顾自地说着：“我们联手，你左我右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“你让，我一个人能应付。”青年刚想说话，一道青光飞射出去，瞬间就将一只铁背猪洞穿。青光在空中旋转1周，又将另一只铁背猪击杀。青年瞪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旁边向远处走去的我。一座废弃的教学楼中，随着一声咆哮，整个教学楼轰然爆炸。一头100米高、长着獠牙、通体乌黑的巨型铁背猪从地下站起来，恐怖的氛围让整个学校都笼罩了一层阴影。4阶魔兽，一群学生被巨大的冲击波掀飞出去，浑身伤痕。这里怎么会出现4阶魔兽？按道理，
4阶和5阶魔兽只会在中心城市出现。正当他们疑惑时，学校里面突然响起清脆的剑鸣，一道青芒从废墟中直刺向铁背猪，瞬间就贯穿了其肩胛骨，带起大片雪花。废墟之上，我独自一人手持清风，独立于铁背猪前方。与铁背猪巨大的身体相比，我的身影渺小如蚂蚁。然而就是这道渺小的身影，却仿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气。铁背猪咆哮怒吼，滚滚异能量凝聚在后背的毛发上，密密麻麻的，宛若钢针般的钢刺，如雨点般飞向我。下一秒，我横扫出剑气，瞬间就将密密麻麻的钢针雨从中间劈成2半。剑气不止穿过钢针，斩在铁背猪身上，爆发出可怕的气劲。铁背猪吃痛咆哮一声，庞大的身躯竟然转身逃跑。4阶魔兽竟然跑了。我蹙眉想了想，收起长剑没有去追，来到箱子跟前，刚要伸手打开宝箱，突然一震，直接从黄色升级到了绿色。这种状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打开宝箱，箱子底部只有一颗暗红色药丸。我疑惑地拿起丹药。废兽丹，7阶以下任何魔兽吃了都会废掉其一身灵能，让其恢复成寻常野兽。坑人玩意！我心里吐槽，但还是把丹药收起来了。上次静心神咒我也骂来着，可最后用处挺大，这丹药日后怕是有大用。继续下一站，我御剑飞向下一个加分点。就在满世界找箱子的时候，整个36号废墟不断有魔兽咆哮。原本隐藏在城市中心位置的4、5阶魔兽，竟然集体发生了暴动。排行榜下的交流区，此刻已经乱成一锅粥。有没有搞错？火蜥蜴王是怎么出现在外围的？谁这么缺德啊？你那边出现火蜥蜴王算个，我这里有一只海蜇兽，4阶魔兽啊，连头都不敢抬一下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在幽灵猫的老巢被一只5阶黑翼飞鼠王堵门了。不是，我以为就我一个倒霉，原来大家都倒霉啊。合着外围和城内出现超纲魔兽，不是个例啊。大家这么一说，所有人这才幡然醒悟，原来不是自己运气出问题了，而是这个世界出问题了。考试院这帮孙子是真打算弄死我们吗？4、5阶魔兽都出来了，我们能活过1个月吗？整个论坛哀鸿遍野，参加试炼的考生普遍站立在2阶和3阶，面对4阶魔兽根本没有一战之力。就在所有人抱怨之时，排行榜突然刷新，榜1位置上，我的分数又上涨了2分。论坛安静了半晌。不是他有病吧？都魔兽暴动了，他还在上分。大佬啊，您慢点，别着急。就这情况，我们是不可能追得上你了。这家伙是打算卷死我们吗？我特么受不了了，来个5阶魔兽，给我弄死他！论坛里对我简直无语至极，可他们又拿我没有任何办法。只能在那里骂骂咧咧干着急。这家伙是真的猛啊！一处阴暗的地下室，冷库里面成军坐在冰堆里面刷着论坛，而在冷库外，一头5阶3头蛇正吐着蛇信，四处搜寻着猎物。梁有明放下电子表，脸色闪过一丝复杂。难道他真的已经成为武者了吗？武者，异能者中的异能者，独属于龙汉古国的神秘力量，是整个龙汉古国屹立不倒的中坚力量。梁有明也是从家族中长辈口中得知武者的特殊存在，以前只以为他只是个称号。怎么回事？监考室里，洪峰神色凝重，霍连山刚要走就出幺蛾子。报告，36号废墟中出现了大量4阶和5阶魔兽。你说什么？洪峰一把推开监考员，自己扑到控制台前。这不可能！洪峰等人脸色阴沉。36号废墟在开考之前，他们清理过2次，外围和城内的4、5阶魔兽都被他们清理了，确保万无一失之后，他们才开始考试。这些4、5阶魔兽是从哪里来的？启动干预方案，务必保证考生安全。等等，霍连山打断了洪峰的命令，所有人一起看向他。不用干预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存活下去。霍连山神色冷漠，如果他们真的成为了大学生，日后参加任务的时候，突发状况更多，不要总想着为了他们安全保护他们。既然他们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该见识到这条路上的恐怖和血腥。洪峰等人闻言都默默低下头。报告00号，重点关注对象。霍连山一惊，他怎么了？这可是他看中的苗子。监考员苦笑，他还在刷分。霍连山几人瞪大眼睛，有些错愕地对视一眼。这小子不怕死的吗？机械加工厂，锈迹斑斑的钢铁结构上满是爬山虎，覆盖了人类曾经的工业设备。我走在工厂仓库，头顶的天花板不断有水滴落下，一只只脑袋大小的虫子在房梁上大胆地穿行。穿过仓库，我来到一处车间，车间的卷帘门被什么东西戳了个巨大的窟窿，一股股恶臭扑鼻而来。我的神识警惕地注视着四周，最终目光放在了一侧的深坑中，又是4阶魔兽。皱了皱眉头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考试难度增加了？想了想，我将问题抛之脑后，反正4阶魔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威胁。走进车间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悬浮在那里的青色宝箱。青色宝箱，运气真好。我眼前一亮，随后抬头，只见一颗如同房子般大小的蛇头，正冷冷地盯着我。4阶魔兽黑鳞角蛇，我双目微眯。下一刻，黑鳞角蛇就向我扑来，巨大的蛇头顶着我，一路从车间大楼横推到仓库外面。车间大楼瞬间崩毁，一条100米长的黑色巨蟒从中爬出来，巨大的身躯扭动，一排排建筑在它身下倒塌。好大的力气！我用清风剑抵着蛇头，整个人被黑鳞角蛇咬在嘴中疯狂摇晃。果然，这里的4阶魔兽比蜀山的魔兽强太多。同为4阶魔兽，鬼面魔蛛王和黑鳞角蛇相比弱太多了。身上鲜衣泛起青光，一道青色玄光洞穿黑鳞角蛇下颚喉，趁着黑鳞角蛇吃痛之际，我飞身倒退，同时周身浮现数十道先天剑气，击射在黑鳞角蛇身上，火花四溅，真硬。我蹙眉，掌心一翻，黑鳞角蛇头顶落下密密麻麻的雷霆。雷霆过后，黑鳞角蛇身上一片焦黑，大片鳞片脱落。我将剑气注入清风剑，一剑劈开黑鳞角蛇脑袋，
黑鳞角蛇缓缓倒地。我走过去，挖出魔核，摇头叹息，真费事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击杀4阶魔兽还是需要些手段的。收起魔核，一跃来到青色宝箱跟前，打开宝箱。青色宝箱缓缓打开，一面暗红色的幡旗从里面飞出来。万兽幡化神器法器内部自成空间，可以封锁魔兽神魂，将其练作奴兽，任意驱使住万兽幡，只能奴役比使用者高一阶的魔兽。我眼前一亮，这是好东西啊！有这东西在，自己岂不是能多很多小弟？将万兽幡收入丹田，我一满离。排行榜上，我的分数再次上涨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麻木了，爱咋咋地。他们现在只求活下去。监考室内，洪峰等人摇头苦笑。36号废墟中，所有考生几乎都潜伏起来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到处瞎晃悠。哼哼，这小子是真的实力强，就是这么豪横。几个监考官笑着说道：“现在考场上一切平稳，并没有出现大乱。再过几天，3个考场就会合并，到时候甘州和云州那边看到我们这边出现了个怪物。”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洪峰大笑道：“哈哈，以苏木现在的表现，他们肯定会惊得下巴掉下来。”报告0号，重点关注对象周围出现一只5阶魔兽。笑声戛然而止，洪峰猛地推开监考员，果然看到我的周围出现一个巨大的阴影。5阶魔兽，地龙兽。洪峰脸色一变，现在怎么办？苏木不是武者，根本不是5阶魔兽的对手。人类5阶和6阶一道鸿沟，而魔兽4阶和5阶是一个鸿沟。5阶人类异能者面对5阶魔兽，根本没有反抗之机。准备干预，苏木绝对不能出事。洪峰说道：“是。”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危局，依旧自顾自地来到一处广场，那里有一个青色箱子。真希望多参加几次高考，这一路下来我就没见过橙色以下的箱子，这次不知道能开出什么。我没有贸然上前，而是打量起四周，这里居然没有魔兽守着。我有些疑惑地再次看向四周，神识扫了2遍，我还是没有找到魔兽的踪迹。正当我疑惑时，远处的青色箱子突然震动，身上的青色光芒剧烈闪烁，转眼间就从青色变为蓝色，宝箱升级了。这种情况出现，就代表着我周围有大危机出现。就在这时，蓝色箱子又震动起来，蓝色光芒退去，一道璀璨的紫色光柱冲天而起。紫色箱子，我看到第一次出现的紫光不是兴奋，而是一阵头皮发麻。上次宝箱升级我就差点被一帮人围攻致死，这次宝箱连跳2级，我不得被挫骨扬灰，强烈危机感浮现心头。我心想，就算今天遇见紫色宝箱，那特么也要有命的啊！就在我刚刚腾空之时，整个广场方圆10千米的地面螺旋式向下塌陷，一只100米长的爪子从地底探出来，拍向我，堪堪躲过。我回头，瞳孔一缩，只见深坑中缓缓站起一只身高300多米、通体土黄色的巨兽。巨兽狮头双脚，4肢很长，背负满是岩石般的鳞片，一条长长的尾巴高高扬起，周身盘旋着浓郁的异能量。地龙兽5阶魔兽已开启灵智潜入底下，能够屏蔽任何探查。看到是5阶魔兽，短暂的震惊之后，我突然就没那么想跑了。地龙兽在5阶魔兽战力中算是中层水平，除了行动缓慢，基本上没有缺点。如果能抓到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帮助。干他！我说干就干，一个急转重新回到了地龙兽周围。他在做什么？洪峰等人看到我躲过地龙兽突袭，刚松口气就看到这一幕，顿时气得跳脚。快赶紧干预！这小子真是不让人省心。洪峰等人忙不迭地离开监控室。地龙兽偷袭失败，正打算离开，却发现我又回来了。地龙兽疑惑地看着我，我靠近地龙兽，抬手，掌心出现一张暗红色的幡旗。幡旗出现的瞬间，地龙兽察觉到了一丝危险。地龙兽受到刺激，发动攻击，土黄色的异能量波动席卷地面皲裂，一根根100米的刺破地而出。我腾空而起，轻松躲过了地龙兽攻击。地龙兽的缺点就是慢在地上，不管是攻击还是行动都慢如蜈蚣。我轻易就从地龙兽的攻击中来到他的头顶，掌中万兽幡灵光大作，随后迎风暴涨，须臾之间便化作一张100米幡旗。我双手快速结印，一道道法力涌入万兽幡，万兽幡上诡异的符箓绽放出血色宝光，无数凶兽虚影从幡气中奔跑而出，血色红云笼罩了整个广场，周围地狱。监控室内，监考员看着突然消失的监控画面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地龙兽看到红云咆哮怒吼，头顶的幡旗对他有一股强烈的诱惑。万兽幡摇曳，无数密密麻麻的符文落在地龙兽身上，那些符文宛若烙印，很快就爬满了地龙兽全身。幡旗震动，地龙兽庞大的身躯竟然一点点缩小，最后化作一个光点被万兽幡收入其中。万兽幡上的血光消散，太阳重新出现。我抬手将万兽幡收回手中，不愧是化神期法器，对付5阶魔兽竟然这么容易。我扬起万兽幡，地龙兽庞大的身躯出现在面前。地龙兽出现，缓缓跪在我面前，宛若一只柔顺的小狗。我拍拍地龙兽硕大的脑袋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有了这只魔兽，面对5阶强者我也不怕了。收起万兽幡，我拍拍地龙兽的脑袋，去玩吧。地龙兽低吼一声，轰隆一声便潜入地下消失。不过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地龙兽就在我脚下游走，并没有离开我太远。这万兽幡还真是个好东西，只可惜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只能奴役一只5阶魔兽。我摇头叹息，筑基期怎样突破金丹期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也许是借助系统走捷径太快，这才反之看不清漫漫长路。我突然心头灵光一闪，修仙求道乃是逆水行舟，与天斗，与人斗的逆天之举。我这一路开挂而来，多少有些欺骗。或许吧。我努嘴，转头就把这个念头抛之脑后。走捷径，谁不喜欢呢？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我不改。就在这时，洪峰等人从天而降，瞬间就将我围在中间。啊，你们这是干嘛？我疑惑地看着如临大敌的众人。地龙兽呢？洪峰问道。我挠挠头，
跑了跑了。洪峰一愣，地龙兽怎么会跑呢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最终目光看向我这个少年身上。难道是他？洪峰连连摇头，这不可能。苏木最多也就是5阶，可5阶异能者在5阶魔兽面前没有任何反抗之力。苏木没有成为武者之前，他根本不可能对抗5阶魔兽。难道他已经是武者了？洪峰倒吸一口凉气，武者可不是想成就成的，除非苏木背后有神秘强者教导等等。难道近日蜀山时常出现的神秘强者是他的？洪峰心跳加速，如果他这个猜想是真的，那么我所牵涉的东西就太多了，必须上报。洪峰深呼吸，如果事情属实，他很可能借着这股东风平步青云。既然没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洪峰说完就带着人快速离去了，留下我一脸莫名其妙。不过我很快不在意了，来到紫色箱子面前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深呼吸，打开箱子，紫色宝箱顿时绽放出璀璨无比的紫色光芒，随后冲天而起。我视线中，紫色光柱之上，一本书缓缓打开，从中升起万道祥云，金龙彩凤翱翔，麒麟白泽踏空，百兽奔腾而出，万兽嘶鸣朝圣，异象消失。天上的书册缓缓落在我手中。天妖宝录，妖族无上秘典，修行大成可肉身硬汉，天地造化无上天妖之身，成就不朽不灭之无上生灵。注此秘典，只有野兽可以修炼，人类不可修炼。我狠狠地将书扔在地上，紫色宝箱给开出一本无上秘法，是我苏某人不配吗？我颇大方。难道男人真的不如狗？发泄过后，我又把册子捡起来擦了擦上面的灰尘。咋说也带个无上，不能浪费了。我撇撇嘴，地龙兽变强了，也变相的相当于自己变强。地龙兽从地下探出头，我试着将天妖宝录传进我的脑海中。指定目标不适合修行天妖宝录。我挠挠头，地龙兽为什么不能修行天妖宝录？难道被自己奴役之后，他就被开除兽籍了？摆摆手，让地龙兽缩回去。我仔细看这系统对于天妖宝录的介绍，只有野兽才能修行。野兽、魔兽是变异的，野兽已经不能算野兽了，这还真被开除兽籍了。我挠挠头，有些为难起来。这个世界已经灾变100年之久，这年头想成为一头没有变异的野兽，恐怕比成为一头9阶魔兽还难。毕竟当年可是家禽第一个造反的。等等，忽然我猛地想起什么，拿出废兽丹。这玩意儿能够让一头7阶魔兽退化成野兽，天妖宝录能让野兽变成妖。这个家，这个系统，这是想让我造一只妖精出来啊！我瞪大眼睛，系统图谋不小啊！深吸一口气，我再次叫出地龙兽。看着面前狰狞的脑袋，我眉头紧皱，太丑了。算了算了，你还是下去吧。我摆摆手，赶走了地龙兽。等等，你翻过来我看看。地下一阵震动片刻，地龙兽抬起肚子，我看了一眼，连忙嫌弃的摆手。算了，赶紧走吧。以地龙兽进化变成妖怪，估计就是下一个牛魔王，他还是待在地下为好。算了，以后再找找看吧。收起天妖宝录和废兽丹，我继续上路。有了地龙兽，我接下来的路程简直不要太轻松，基本上御剑而行，所过之处没有一只魔兽敢看我一眼。而这一幕也被很多人看到，一时间整个讨论哀鸿遍野。那家伙又追着一头4阶魔兽砍，我好烦，别说了。我感觉整个考场的4阶魔兽要被他砍光了。这好事啊！我出去看看，我也出去看看。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该淘汰的已经淘汰，现在能剩下的都是这次考试中精英中的精英。经过短暂的慌乱，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混乱的环境。经过我这么一搞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整天躲避，而是主动开始行动起来。转眼间，高考过半，巨型飞船上，洪峰看了一眼时间到，开场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36号废墟上空一个巨大的棱镜缓缓转动，一道蓝色光幕缓缓收拢，一座满目疮痍的巨大城市出现。与此同时，所有人的电子地图都更新，那是一张比之前更大3倍的地图，这才是真正的36号废墟。而之前他们待着的地方，只是36号废墟的一个城区，这样的城区整个36号废墟有4个。随着考场合并，3周联考的排名榜单终于很快就更新完毕。我去，蜀州第一居然有120分，分数高有什么用？高考最终拼的是实力，能拿120分的人，就是比你们那40、50的第1名厉害。蜀州的人挺狂啊，来第14中学，咱俩比划比划。有本事你来26中，爷怕你是狗。有种，你在那里给老子等着。高考第2阶段比拼的将不是分数高低，而是真正的硬实力。在这个阶段，强者可以肆意抢夺弱者的分数。这个阶段，这将是最精彩的时刻，所以各地政府都会选择进行实时直播。蜀城体育馆不到8点，体育馆已经座无虚席，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。谭林和庞统坐在第2排，在他们前面是个大高校的校长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谭林神情紧张，你就放心吧，他们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庞统笑道，但愿吧。谭林心里祈祷。随着灯光熄灭，一个能够总揽整个36号废墟的全息投影出现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本次3周联考同步直播现场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日。这时，一道好听的女声响起。本次高考所在地是36号废墟，让我们先来看看本次高考的排行榜。排行榜加载的过程中，体育馆内的观众开始激烈讨论起来。前3名肯定是1、2中的学生，基本上每年都这样。肯定啊，也不看看1、2中都是什么家庭。不知道今年状元是谁，能在66号废墟拿到状元，含金量可是很高的。各大高校的校长和老师也在猜测中。第1名肯定是我们1中的梁有明，那孩子听说已经是3阶强者了呢。我们2中的程军，他觉醒的可是 S 级以上异能，在整个蜀城都是天才，应该有机会争夺第1名。我们班的火桑桑很早之前就觉醒了 S 级以上异能，他家也很富有，应该有机会的。
哎，什么排名状元，都是浮云。那几个小子能活着回来就行了。老天保佑张栋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们班已经2年没有通过5科历练的人了，理想2人应该有机会上榜，最不济也应该能活下来。加油啊，活下来就行。一二中的老师讨论的最激烈，他们是整个蜀城教育资源最高的学校，每年地方状元大多数都是从他们学校出现。至于其他学校的老师，讨论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学生能不能活着完成高考，那已经算是最大的成功了。四中这边的老师也在讨论着今年5科。咱们学校我看也就徐静雅和李岩可能有机会上榜，其他人能顺利完成高考，我就觉得不错了。唉，今年文科咱们不给力，5科要是再不出成绩，我估计校长要炸毛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能想到5科会在36号废墟失联？四中老师摇头叹息，坐在最前方的校长面对周围同僚的询问，也只是敷衍的笑笑。今年4中估计文武2科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。谭老师，听说你们班有个第1年就参加5科历练的学生。谭林正低头祈祷着，耳边传来4班班主任的声音。谭老师他还没回来吗？那你可要小心了。唉，谭老师，你当初就该好好劝劝他的5科老师，可不是儿戏。那孩子听说文科挺不错，要是走文科，我们学校今年可能有个文科状元也说不定。坐在最前面的4中校长冷哼一声，狠狠瞪了一眼谭林。谭林双手紧握，有心反驳，但却不知道如何。大家久等了，还好榜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夏日的声音响起，众人急忙抬头，大屏幕上雪花闪烁，随后一片名单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第1名蜀州苏木，总分120；第2名甘州顾北风，总分53。当蜀州的观众看到苏木这个名字的时候，都愣住了。第1名是苏木，苏木是谁？不是，这个苏木是谁啊？4中区域此刻一片寂静，所有老师都张大嘴巴看着榜1的名字，苏木居然是第1名。谭林怔愣神，忍不住揉了揉眼睛，有种恍如做梦的感觉。饶是庞统的心境此刻也是有种过，许久才苦笑一声。哈哈，这小子我虽说看好，但从没有想到他会如此之强。这个时候4中的老师才回过神，都看向谭林。谭老师，这个苏木不会就是你们班？谭林深呼吸，挺起胸膛，重重点头。没错，他就是我的学生苏木。4中其他老师闻言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谭老师，你的学生真厉害。谭老师，你这次可给咱们4中争光了呀。是啊，听着周围老师的恭维和附和，谭林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4中校长张健这时回过头，满脸笑容。谭林啊，这次你做的不错，教出来的好学生啊。谭林点头，没有揽功。这一切都是苏木自己的努力，我只是没有给他设置困难而已。张健摆摆手，这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。如果苏木真的能拿下状元，你的奖金不会少。4中的老师都羡慕地看着谭林，而他只是点头。而这个时候，其他学校的人也都查到了苏木的身份，居然是4中的。可恶，张健老小子居然藏了一手。各个学校的校长都不怀好意地盯着张健，而他却一脸笑容。夏日看到这一幕，笑道：大家都看到了，第1名是我们蜀城4中的学生苏木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苏木同学在做什么吧。所有人瞬间打起精神，认真地看着巨型投屏。请看大屏幕直播。画面一闪，本来激动的观众瞬间亚麻呆住。这主持人夏日俏脸羞红，干笑一声。我们苏同学爱好挺特别。36号废墟，一处酒店废墟中，我蹲在地上，在我面前一只4阶4角鹿兽正撅着屁股蜷缩在地上满眼。我撩起耳边长发，用清风剑戳了戳，眉头微蹙。哎，算了，走吧。我踢了一下4角鹿兽，长叹一声。大半个36号废墟，居然连一只好看点的母魔兽都没有。忽然我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恍惚，身上有种万人瞩目的感觉，一种莫名契机牵动了我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有种被人看的感觉。我抓头发，有些无语，摇摇头，将心中的异样抛之脑后。我继续御剑，向着下一个地点飞去。蜀城体育馆内全场哑然。这孩子口味真重。庞统啐了一口，脸上发烧。谭林黑着脸，心里长叹：这孩子可能没有经过正常的疏导，心理产生扭曲了。不行，我要给他好好疏导心理缺陷，让他回归正常。谭林心里想到。甘州府天堑城体育场，这个苏木是谁？居然压着顾北风。北风赶紧去挑战他，把分数抢过来。主持人也开口，先让我们看看顾北风在做什么。画面一转，居民区上方站着2人，一人身着白色战甲，正是2中的成军，而在他对面则是一个身着红褐色战甲，手持重剑的短发少年。少年身材壮硕，小麦色皮肤，小年纪就有一种饱经风霜，在生死中磨练的感觉，但他的眼睛却很清澈。甘州顾北风少年抽出手中长剑，看向成军平静道：比1场，输了我的分数给你，赢了你的给我。成军冷哼一声：你很狂啊，来就来，输了可别哭鼻子。顾北风默然道：放心，无论输赢，是好都不过问。说好了。轰隆！成军身上一能量震荡，瞬间冲到顾北风面前，手中战刀突出鞘，封神刀法第一式百毒杀刃。轰隆！你和我都是自然系风元素异能，这一战各凭手上本事。顾北风说完，眼中立刻迸发出强烈战意，手中长剑展出，瞬间狂风卷起，将成军的白色战衣是成军脸色一变，心中立刻警惕起来。这家伙不简单！轰隆收起轻势，成军立刻冲上去和顾北风战作一团，咚咚咚刀剑交击，白色风煞和红色风煞在空中袭击，所过之处，地面上都被风煞冲出。10几招之后，顾北风
不错，3阶强者中你的实力很强，但是也仅此而已了，不是我要找的对手。程军脸色阴沉，哼，大言不惭。随后用尽全力攻击顾北风，顾北风后撤一步，突然周身卷起红色的一股凌厉的电气突然从他身上涌现。什么4阶？程军瞳孔一缩，这个顾北风居然是4阶强者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顾北风猛地睁开眼睛，周身的红色风煞瞬间一时间大漠孤烟，轰隆黄色剑气化作凶狠的杀，缓若滚滚的风沙，遮天蔽日。不好！程军瞳孔一缩，整个人急速后退，但是却已经晚了。黄风化作的黄沙如影随形，瞬间封堵了他所有退路。你败了。顾北风淡淡说道，手中长剑腾飞，一道剑光落下，程军瞬间被击飞出去，重重砸进对面的大楼中。狂风散去，程军的身体停在水中，嘴角溢血。顾北风收起长剑，你输了。程军点点头，我输了，我认。摘下手表扔给顾北风，后者拿走了他10分，又将电子表扔回去。我承认你很强。程军戴上电子表，苦笑道：如果你晚1年参加高考，状元可能是你的，只可惜你遇上了他，今年我们注定都是他的陪衬。顾北风刚欲离开，脚步微顿。他是谁？苏木。程军站起身道：你很强，但是和他仍然差距巨大，如果可以，最好别去惹那家伙。顾北风蹙眉，古井无波的脸上闪过一丝兴奋。你这么说，我反而对他越发好奇了。放心，一定会去找他。顾北风要做就做第一。程军没说话，只是心里对顾北风默哀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战斗和对话都被同步转播到了天堑城的大屏幕上。我靠，这人真大言不惭，居然还说顾北风是别人的陪衬。苏木就是那个排名第1的家伙，分数高有屁用？高考是要靠实力的。顾北风，找到这个苏木，把他的分数抢过来。顾北风打败苏木，证明自己。你是这一届最强的。体育场内响起震耳欲聋的呼声。主持人见状笑道：看来大家对顾北风很有信心，不过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看顾北风本次最大的对手苏木在做什么，请看大屏幕。直播画面一转，屏幕上出现一条街道，街道两侧高楼林立，下一刻，一座大楼崩塌，一头300多米高的5阶魔兽从大楼中跌撞出来，重重的砸进另一栋大楼内。那是5阶魔兽白银武兽，他看起来受伤很重，高考居然有人能伤到他？不是吧？那个苏木居然有能力斩杀5阶魔兽？开玩笑，这怎么可能？体育馆内一片哗然，10几岁的5阶强者，这有点太夸张了。顾北风乃是西北第一剑圣8阶强者阮大风的关门弟子，从小受其教导，这才16岁，成就4阶强者。蜀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，居然16岁达到了5阶强者，这多少让人太过匪夷所思。直播画面中，剑气长吟，一个青衣少年从废墟中御剑而出，从容地看着白银武兽。真是5阶强者，完犊子了！顾北风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！顾北风千万别去挑战他，那家伙是5阶强者。完了完了，这下顾北风肯定要输了。整个体育馆哀鸿遍野，自家天才这是要完了呀！然而他们的呼声顾北风根本听不见，此刻的他已经踏上了寻找苏木的路。我一剑劈开白银武兽的脑袋，取出里面脑袋大小的魔盒收起来，看着庞大的尸体，我忍不住吐槽：真难杀！轰隆隆，地面塌陷，地龙兽满身是伤的从地下爬出来，当着我的面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斩杀5阶魔兽白银武兽，自然不是我的功劳，全凭地龙兽给力。这家伙在地下的战力，就算是顶级的5阶魔兽也要吃瘪。我眸光闪烁，先前经过我的设计，最终成功让龙兽将这只白银武兽拖入地下。经过一番大战，最终将这只5阶白银武兽活活打死。你自己慢慢吃吧，我去里面看看。我回头向着大楼内宝箱走去。就在我寻找宝箱的时候，蜀城武道馆内，一群大佬目睹了我斩杀5阶魔兽的全过程。真没想到，这次高考居然出现了一位能够控制魔兽的考生。清北招生办代表开口：御兽异能可是非常不多见，全国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可不多。京大招生办老师微微一笑：正好，我们京大有这个专业，能够最大限度的开发它的潜力。张老师，这就开始抢人了呀！国防大学招生办老师冷笑一声：不巧，我们国防大学也有这类专业，并且该专业还是全国第一。御兽异能算什么？苏木明显在剑道上的天赋最强，只要他成为武者，剑道才是他该走的路。山河大学招生办老师笑道：我们山河大学的剑道系老师可是全国第一，他明明雷系天赋最强，我们西江大学才是最适合他的。你放屁！武道馆内，各个学校招生办老师直接开始互喷起来，都在拿自家最擅长的专业在苏木身上闪光，同时抨击对手。各位都冷静点！一道雄厚的声音响起，混乱的场面顿时安静。葛先红捏着眉头道：各位好，看还未结束，现在抢人为时过早，大家还是再观察观察。苏木这孩子背后很可能牵扯到9阶强者，大家都要慎重对待。什么9阶强者？难道传闻是真的？苏木是哪位神秘强者的弟子？如果真是那样，苏木身上的价值就更多了。各大高校的老师看向苏木的双眼发着绿光，这可是活的影响力啊！葛会长不知道各大武馆是什么意思？清北招生办老师开口，所有人顿时冷静下来，静静看向葛先红。如今的龙汉古国，一切都是由7大武馆说了算，所有学校都是在为他们培养人才。如果是太好的苗子，很可能武馆会亲自提前下场争夺过去，他们在强斗美。葛先红笑道：各大武馆之前谈过一次没谈拢，最后决定一切看苏木的意思。各校招生办老师眼前一亮，依照苏木的意思，那就有很多操作空间了。气氛再次变得凝重，一场抢人大战正在酝酿。破碎的大楼中，我一剑劈开一堵墙，
露出一个坍塌半边的房间，在房间中央一个淡蓝色宝箱悬浮在半空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松口气，御剑飞了过去，打开宝箱，蓝色宝箱缓缓打开，顷刻间，一股森冷的寒气从箱子里面席卷开来。我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剑鸣，眼前一亮。仙剑随着实力增长，手中这柄筑基期轻松剑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，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仙剑。等箱子彻底打开，一柄冰蓝色的长剑静静地躺在箱里，剑长3尺，3卷3指3，剑柄通体冰蓝，剑刃森白如雪，仿佛一柄玄冰打造而成的剑。易水寒金丹七仙剑由太古幽冰铁历练而成，剑出鞘时足以冰冻百里长河。好剑！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易水寒，易水寒握在手中，轻如蝉翼，一股冰冷的寒气顺着手掌往体内侵入。好霸道的寒气！剑气一震，便将寒气真炼化，又仔细打量了易水寒。半晌，我满意的收集起来，目光再次看向箱底，那里还放着一块册子。风萧萧兮，易水寒剑道神通一经施展，能够瞬间冰封万里，萧瑟天地。如果配合易水寒，威力会更强。我眼前一亮，买一送一，居然还有这种好事！问神通秘典融入脑海，我御剑转身回到地面。地龙兽将白银武兽的尸体吃的只剩下骨架，我看了一眼，摆摆手，埋到地下吧。地龙兽推着骨架爬回地底。地龙兽受伤不轻，想要继续猎杀五阶魔兽，需要等段时间。随着越靠近中心城市，五阶魔兽的数量渐渐多起来了，地龙兽的威慑也不顶用了。需不需要等2天？我陷入了沉思。我抬起头，看着远处那道金色光柱，心里就一阵渴望。那可是最高等级的金色宝箱。哎，算了，小命要紧，还是等2天吧。我摇摇头，在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。当得知我在明华小区的时候，顾北风马不停蹄地赶往了那里。顾北风前往明华小区了，苏木就在那里。他俩终于要对上了，这场大战一定要亲眼一看。一瞬间，不管是在哪里的考生，都飞速向明华小区汇聚。徐新雅关掉论坛，看向不远处的明华小区，心情复杂。我才堪堪上榜，他却已经万众瞩目了。那个惊艳了他的少年，终究惊艳了世界。就在所有考生期待2位天骄大战的时候，天堑城体育馆内，甘州的观众们此刻一片愁云。顾北风，快跑吧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完犊子了，那家伙可是能砍死5阶魔兽的变态。顾北风无论如何都不是他的对手了。完了，他俩要见面了。直播画面中，顾北风已经来到明华小区，而正在明华小区内休息的我，已经察觉到了顾北风的存在。苏沫，出来一战！顾北风的声音在明华小区上方回荡。正在休息的我满脸愕然，这家伙谁啊？不过出于礼貌，我还是做出了回应。你不配，不想打。明华小区外一片寂静，所有看戏的人都满脸愕然。苏木居然说顾北风不配，这家伙也太傲了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大家都是4阶，这家伙长得怎么做事也这么骚啊！真看不惯他。顾北风，快揍他！甘州和云州的少年强者，一个个都义愤填膺，而蜀州这边的强者也个个都憋着笑，忍俊不禁。哼，干吧，赶紧把这倒霉玩意儿给干死了！天啊，终于有人来制裁这个装货了。蜀州甚至有些人都开始喜极而泣了，毕竟他们可是被我恶心的不要不要的。苏木，你太傲气了！顾北风抽出长剑，一步一步走向我，每一步下去，他的气息就暴涨一丝。等他与我相距只有100米之时，他整个人气息已经达到了巅峰。苏木，请你跟我打一架。顾北风认真的说道，语气平静。你这人真的是口味奇特。我挠挠脸，行吧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被人揍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接受你的挑战。我缓缓起身，周身法力散开，一股强横的气息慢慢笼罩整个明华小区。这股气息，顾北风从容的神色终于变了，笼罩他全身的那股力量，竟然让他有种窒息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他只有在2个师兄身上感受到过。你也是武者？顾北风眼中闪烁着兴奋。你是我除了师傅师兄之外遇到的第一个武者，就让我来见识一下修炼其他呼吸之法的武者吧。轰隆！顾北风率先出手，脚下一顿，反重力气启动，他瞬间就来到我面前。大风狂歌剑，大漠孤烟，光漫天狂沙席卷，最终化作一道明黄色剑光。咦，剑气！我有一丝惊讶，你跟别人似乎不太一样。你手中一水寒竖起一道森冷的剑气，四散开来，瞬间我的方圆100米都被厚厚的冰层覆盖。好强大的剑气！顾北风瞳孔一缩，我的剑气让他有种难以逾越的错觉。好，很好，这才是我的对手。顾北风眼中兴奋之色更加浓郁，手中剑更加凌厉，霸气侧漏，但远不够。我摇了摇头，易水寒爆发璀璨剑气，锃蓝色剑气瞬间斩断了那抹明黄色剑光。好，顾北风瞳孔一缩，猛地冲向我，我们瞬间纠缠在一起。轰隆隆，双剑交击，剑光与剑气纵横，强烈风劲在居民区形成一个黄蓝龙卷。好强！顾北风满头大汗，仅仅交手数次，那恐怖的寒气就让他全身僵硬。轰隆，我一剑击飞。顾北风眼中闪过一丝惊诧，他的呼吸似乎是呼吸法，但并不是修仙者的功法，而是一种吸收强化异能的呼吸法门。顾北风每一次出剑，他的呼吸节奏变得长短不一，与此同时，大量天地灵能就从呼吸之间涌入体内，然后被转化成异能，从手中长剑释放出来。我有些意外，如此一来，顾北风除非体力耗尽，基本上不会有异能枯竭的时候。不过这种方法仅仅增强的只是剑气而已，对于剑道的帮助微乎其微。我摇摇头，一剑击飞顾北风，随后快速到顾北风面前，易水寒翻卷向着顾北风快攻。好快啊！顾北风额头满是大汗，我的剑招由慢到快，
又由快到慢，又由慢到更快，剑气绵绵不绝，一波接一波，仿佛天堑城头的北风让人窒息。他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，观战的人已经目瞪口呆了。被顾北风打败的程军一脸颓然。不是吧？顾北风完全是被血虐啊！这个苏木到底有多强？同样是用剑的顾北风的剑，在他面前仿佛3岁稚童的玩具。这就是积分第一的实力吗？我到底在和怎样一个怪物竞争啊？唉，让我们提前恭喜苏木喜提3州状元吧。唉，我大概是一辈子都追不上他。程军一脸颓然，火桑桑紧咬红唇，看向我的眼神除了惊艳，更多的是无力。这就放弃了？梁有明冷哼一声，目光灼灼。武者，只要我们进入36所高校，就能成为真正的异能武者，到时候我们就有了追赶他的资本。武者，火桑桑和程军眼前一亮，他们身份都不简单，自然听到过某些秘闻。对，只要进入大学，成为异能者中的异能者，我们才有机会追上他的脚步。程军猛地站起来，眼中重新焕发光彩。火桑桑轻轻点头，不错。看着身边重新振作的伙伴，梁有明微微一笑，随后目光灼灼地看着苏木。总有一天，我会与你并肩并超过你。梁有明心中默默起誓。轰隆！顾北风砸穿2层楼板，重重嵌入地面，爬起身。顾北风怔怔地看着我，他很震惊。刚刚我居然是在指点他剑法上的缺憾，那种如北风绵绵不绝的剑气，正是我的剑法和呼吸之间所缺少的羁绊。顾北风深呼吸，重新飞出来，对着我郑重的躬身。多谢指点。顾北风认真道：“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，情况和你差不多，剑道中都缺一丝灵魂，但他年岁已大，剑道已经再无前进的可能。但你的路还长，希望你不要跟他一样误入歧途。”我摆摆手，转身正欲离开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？顾北风深呼吸，战斗还没结束，请用您最强的攻击击败我。我想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。我蹙眉，顾北风重重点头，随后摆出战斗姿态。我打量着他，最终轻轻点头。行吧。一水寒从背后飞起，悬于头顶。我缓缓闭上眼睛。突然阳光明媚的天空，突然寒风渐起，所有人都在抬起头，一片片雪花随风落下。蜀州怎么会有雪呢？梁有明的几人蹙眉，蜀州几百年来从没有下过雪。不对，这雪好像是苏木制造的。什么是能影响天地变化的印？那是只有7阶强者才有的能力。所有人愕然地看着我，没想到我竟然能够影响天气。顾北风直面凛冽寒风，这一刻他仿佛置身冰天雪地，潇潇北风，世上只有他和我2人。风骤停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抬手握住一水寒，一剑挥出，银白芒瞬间照亮充斥整个天地。所有人下意识闭上眼睛，耳边充斥着潇潇北风。半晌过后，众人睁开眼睛，瞬间被眼前一幕惊呆。整个明华小区已经化作冰天雪地，厚厚的坚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咕噜火桑桑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干涩的喉咙，缓缓说道：“一剑寒光耀9天，一水萧瑟万里寒，这才是他真实的实力吗？”梁有明等人心生绝望，这样的他太强了。噗嗤，顾北风嘴角一血，牙根打颤，感受到体内游走的冰冷剑气，他苦笑一声。我刚才一剑并没有针对任何人，但他离得太近，竟然被逸散的剑气伤到了。仅仅是逸散的剑气啊！我竟然……顾北风抬眼望向我远去的背影，这一刻变成了一座他要终生攀登的高峰。蜀城招生办，所有人都紧绷着身体站在原地，目光紧紧盯着投影画面。他今年才16岁吧？许久清北招生老师缓缓开口：“16岁就掌握了元素法则，这种天赋，就算是全国也找不出一个吧？”太恐怖了！我们远远低估了他的天赋，他自身的价值就已经和一位8阶强者相同了。葛城主，我方需要这份视频备份，重新评估苏木的价值。葛先红安下心中震惊，抬手将事情备份传给了众人。我代表龙汉军方向各位提个醒，苏木的天赋事关重大，我希望各位能够保密。葛先红说道。放心，这一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。所有老师起身，直接离开了招生办。葛先红沉思片刻，立刻将事情上传龙汉军方。智慧大脑不多时，龙汉古国36所异能大学的高层都秘密召开了一场会议。会议过后，36所大学同时不约而同地派出核心高层前往了蜀城，但他们的人刚到蜀城，还没下机就被紧急叫停。与此同时，军方天下雄关和第一武馆3方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，出席的都是各大势力的高层。会议过后，3方立刻就派人前往了蜀州。半天后，葛先红笔直地站在蜀城停机坪上，轰隆隆，3架智能战机缓缓降落。舱门打开，3个身着战甲、蒙着斗篷的人闪身出现在机场。葛先红向左侧一人敬礼，那人掀起黑袍，那是一个壮硕精干的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轻轻点头道：“经过军方高层决议，立刻封存本次高考有关苏木的所有的视频监控，以及他的学籍信息、文件等级红色。”什么？葛先红一惊，用红色保密等级封存一个人学生的学籍信息，这简直闻所未闻。中年男子拿出一份红头文件袋，请立刻整理出纸质文件，我与武馆2位强者会亲自押运入境。葛先红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可是3位7阶强者，居然让3位7阶强者押运一份文件，是知道这件事很严重。葛先红不敢耽搁，立刻组织了可靠的人手进行整理资料，同时大面积封查网上有关苏木的任何信息。蜀城体育馆内，看到苏木冰封一座小区，整个体育馆内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唉，我居然被这小子看不起了。庞统长叹一声，苦笑着摇头。他之前还想指导苏木剑道，没想到在对方眼里，他的指导宛如婴儿之剑，没有任何作用。唐叔，苏木，他应该不是故意贬低你。韩林解释道。庞统摆摆手，我没那么小心眼，我只是感慨苏木的天赋。唉，果然未来世界
还是要靠年轻人了。韩林笑着点头。就在所有人欢呼之时，却没发现排行榜上的信息已经悄然发生变化。整个榜单开始，从第2名开始的信息就像是被折进了夹层。好了，接下来的高考直播将完全不会出现苏木的身影。同时，在这1年内，人们在网上搜索苏木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将会跳转到其他词条或者无法访问。葛先红将红头文件袋交给了中年男子。很好。中年男子收起文件，点点头道：“我们要进入高考考场，请你准备一下。”是。3个小时后，36号废墟上空，3个人出现在一处缺口前头，3人俯冲而下，瞬间出现在36号废墟的中心边缘。我正尝试穿过防护罩进入中心区域。他想进去。中年男子挑眉，和资料显示一致。这孩子很喜欢冒险，看来是个不安分的主啊。另一人笑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和他去聊聊。”最后一个黑袍人声音富有磁性，是个女人。好，3人瞬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苏木手的3个位置。我正琢磨怎么打开防护罩进去，忽然间，神识中瞬间出现了3个黑袍人。这诡异的动静吓得立刻抽出易水寒，毫不犹豫一剑斩出去。定然而下一刻，2根手纤细白嫩的手指轻轻捏住了剑刃，直觉地从易水寒上。一股无法撼动的恐怖力量，这好强！眼前之人仿佛一座泰山，让人难以撼动。不错，这一剑的威力已经达到中等5阶强者的地步了。手指的主人轻笑一声，随后屈指一弹，易水寒脱手而出，重重插在地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可是龙汉古国高考，根据龙汉教育法3款第1条，私自闯入5科高考现场者，最低处以30年监禁，最高死刑。你倒是懂得挺多。女人轻笑一声，抬手缓缓摘下兜帽，露出一张精致的脸庞，金色长发自然卷曲披在脑后，让她整个人有种异域风情。外国人，苏木心头一沉，女人嘴角微扬，伸出手笑道：“小美，第1武馆第9巡查是龙汉与欧西州混血第1武馆。第1武馆跟他的名字一样，是7大武馆之首，整个龙汉古国第一势力，在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存在。”行了，小美，你别逗他了。这时，肖妹身旁的2个人终于开口。他们掀开身上的兜帽，露出2张纯正的龙汉人的脸。左侧的男子光头，30多岁，脸上有道8刀，巴南背着手，挺直身子道：“龙汉国防部少将陶凤。”右侧的男子白色寸头，周身冷气缠绕。天下雄关第5巡查使罗红。第1武馆，军方，天下雄关，整个龙汉最强大的3个势力都来了，事情恐怕不简单了。陶峰上前一步道：“苏木，我现在代表龙汉政府正式通知你。”你跟我闹呢？我默念静心神咒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自己累死累活才拿到这点分，你跟我说作废就作废了，要不是看你是个7阶强者，老子早就跳起来扇你2个大嘴巴子了。陶峰一点也不意外。现在我代表龙汉古国国防部最高司令部向你正式发出邀请。肖妹也上前一步，我代表第1武馆也正是想向你发出邀请。天下雄关也正是向你发出邀请。罗红开口，我愣了半晌，终于回过神，隔着这是直接特招自己进单位啊。打量着3人，没一点好处。就想让我加入你们不合适吧？小样，看我今天不炸弹你们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陶峰轻笑，不就想狮子大开口吗？将军，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你想让我给你打工，咋地也要出点血是吧？你这家伙倒是精得很。肖妹撇撇嘴，找笑道：“放心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你不管选择任何一方势力，都会受到我们3方势力的全力培养。当然，这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条件很简单，就是你不能再接受或加入第4方势力，尤其是外国势力。”肖妹神色变得很认真，这个条件合情合理。随后我看向3人，笑道：“说了这么多，3位是不是该拿出一点实际的东西了？你们这要是连一点实际的好处都不给，那我就怀疑你们不是诚心的。”肖妹3人对视一眼，互相点头。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第1武馆，立刻送你一套位于京都的独栋别墅，地段随便挑，并且附带1亿联盟币的启动资金，你可以随意支配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将拥有特殊通行证，可以自由出入灵界山。其他东西他都明白，就这灵界山有些莫名其妙。肖妹抬手，掌心凝聚出一个虚拟3维地点。灵界山是第1武馆馆主独孤求败在大灾变时代发掘出来的一处古代遗迹。经过多年开采和探查，我们第1武馆已经基本掌握了这座古代遗迹，如今开发度达到20%。古代遗迹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肖妹道：“灵界山里面灵的浓度非常高，即便是最外围的地域，也是外界的30倍。除此之外，里面有许多遗迹，你可以在里面探索。如果有所发现，你将拥有发现物10%的价值。但遗迹对现在的你危险系数很高，探查会有生命危险。”我面不改色的微微点头，这灵界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修炼圣地啊，又能修炼，又能刷宝箱。淡定，还有2家呢。我面不改色的微微点头，随后看向罗红。只要你愿意加入天下雄关，馆主会在天堑城给你直接划快递，随便你折腾，并且你也可以自由出入天下雄关所掌握的古代遗迹万佛石窟。万佛石窟内，这3家果然财大气粗。罗红介绍道：“万佛石窟与灵界山同为馆主，在大灾变时代发掘的古代遗迹，开发度达80%，危险系数远低于灵界山。危险系数低意味着宝箱等级不高，兴趣顿时弱了几分。”陶峰紧接着抛出军方条件：直接进入最高司令部，受大小军衔，可自由出入龙山基地。龙山基地同样是古代遗迹，灵气浓郁度比灵界山高出30%，且已完全开发无危险。但想到完全开发便无高级宝箱刷新，他又有些犹豫。不是号称7大武馆吗？其他5个呢？陶峰神色凝重地告知：龙汉古国本土势力实则只有眼前3家，其余5个皆由世界最大财团联盟季军联盟扶持，部分人妄图分裂国家，且未掌握古代遗迹。肖妹补充：那些势力不过比他们有钱。罗红则酸溜溜地说对方能提供金钱、女人、房产等世俗之物。世俗之物，
只要实力足够，想要多少有多少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经过思索，我看向萧妹，我选择加入第一武馆。她是修仙者，无需此界修行资源，只求危险之地刷宝箱，唯有灵界山符合要求。萧妹笑着递上合同。我签字后，指着隔壁防护罩问陶峰能否打开。他想去36号废墟中心区域历练。陶峰皱眉劝阻，那里连同10万大山外围尚有未处理的5阶魔兽。萧妹却笑着指了指苏木脚下，这小子藏着地龙兽，就算有危险也能安全离开。陶峰点头应允，只给3天时间。踏入36号废墟中心区域，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地龙兽竟在颤抖。城市废墟有多处战斗痕迹，一头700多米长的6阶银背快蛇尸体躺在血泊中，伤口显示其被一击毙命。银背快蛇速度惊人，地面3倍音速，空中5倍音速且无音爆，7阶击杀之极为困难。刚想探寻黄金宝箱，却察觉杀死银背快蛇的神秘魔兽刚离开不久，实力恐达8阶，当即决定撤离。刚起身，苏木心头一紧，下意识用掌力跌落下去。抬头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击穿一台大门，竟是死亡射线。天空中，一头体长接近1000米的魔兽狮头入眼，蛇身4指，与传说中的龙极为相似。系统扫描显示，这是7阶幼年体星空巨兽太虚古龙，属于星空巨兽至高血脉12种之一，王级血脉。太虚古龙的威压让地龙兽剧烈挣扎。苏木深知以自己现在的实力绝非对手，急忙让地龙兽将自己拖入地下。可太虚古龙金色瞳孔中星芒闪过，轻易看穿废墟，口中流出哈喇子。我突然听到稚嫩的声音，回头便见太虚古龙金色能量涌入地下，地龙兽庞大的身躯被拉扯出来，尾巴一甩便被劈成2半。苏木冷汗直流，地龙兽的防御在5阶魔兽中属顶级，竟被太虚古龙随手斩杀。他看向3倍运转欲速，却被太虚古龙瞬间拦住。我操控清风剑射向，却被其一口咬碎。我祭出一水寒，人剑合一化作流光向10万大山飞去，速度达300米每秒。可太虚古龙速度丝毫不逊，即将进山时，太虚古龙的音浪打断我的人剑合一状态。我重重砸进废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绝境中，目光瞥见地龙兽尸体，心生一计。他拿出4阶魔核，太虚古龙果然眼前一亮，吞入腹中。随后，我将2颗5阶魔核、19颗4阶魔核与废兽丹一同抛出，太虚古龙并不疯狂。片刻后，太虚古龙浑身力量一泻千里，金色氤氲从鳞片下喷出，痛苦的从空中跌落。我祭出万兽幡，将太虚古龙吸入其中，可我修为太低，万兽幡根本困不住7阶魔兽。趁着太虚古龙虚弱，苏木御剑逃离，回头只见太虚古龙身体缩水，已无半分异能量。我抽出一水寒砍向他，却被反震得虎口发麻。这太即便失去异能量，肉身战力也不弱于5阶魔兽，防御超6阶。我眼中闪过激光，这等血脉天赋极具培养价值。我拿出天妖宝录，以书中阵法与太虚古龙签订主仆契约。太虚古龙虽表面顺从，心里却盘算着恢复实力后便吃掉苏木。我将其收入万兽幡，随后前往10万大山边缘寻找金色宝箱。打开金色宝箱，浓郁的紫气涌出，化作一只大手将我抓入箱中。眼前一花，真处9天之上的8顶宫，太上老君的道场。大殿内，一具白色玉骨端坐，正是太上老君炼制的混元道骨。10万万亿8700万年，老夫终于等到了你。混元道补抬起手指点在我眉心，海量符文与周天紫气涌入奇泥丸宫。我剧痛之下失去意识，再次醒来，我已回到现实。收获颇丰，乾坤八卦炉，上品先天法宝，内藏6丁神火。紫气东来，圣人级修炼功法，一气化3清，圣人级神通。太上药典含3000种丹药炼制方法与3昧真火修炼法，混元道补成圣之机，还获得了突破金丹期的感悟。我人剑合一返回防护罩外，萧妹早已等候，两人乘坐1级智能巡飞艇前往蜀城。萧妹告知我需在2个月内处理完家事，之后会来接她上京。回到家，我发现门锁被换，邻居王大娘告知是我的亲戚想卖掉房子。次日清晨，我正在修炼，紫气东来，姑妈黄云带着地产商吴畅、表哥徐鑫找上门来。黄云蛮横的要求我卖房，还对其破口大骂。徐鑫更是嚣张跋扈，扬言要教训我。我忍无可忍，一脚将徐鑫踩进地里，又一巴掌将撒泼的黄云扇飞。吴畅见状想翻倍出价买房，被我戳穿其低买高卖的心思，狼狈离去。不久，蜀城战备司司令葛先红来电，想要拜访。中午，徐鑫的继父徐刚带着人上门寻仇。徐刚仗着其兄徐猛是蜀城战备司5阶强者，嚣张至极。我周身缠绕雷光，单手掐住徐刚的脖子，将其举起。徐鑫威胁我，称徐猛即将到来。街坊邻居纷纷劝阻。徐猛赶到后，二话不说便发出5雷符，我掌心凝聚符箓与之对轰。就在此时，3辆军车停下，葛先红带人前来，直接将徐猛等人拿下。葛先红表明来意，希望未来蜀城遭遇重大危机时，苏木能出手相助。他解释，蜀城已10年无兽潮，推测10万大山中出现了能统一魔兽的强大存在，正在积蓄力量，蜀城未来危在旦夕。我肃然起敬，答应若蜀城有难，必会回来相助。葛先红送上奖励，玉府小区高档别墅一栋，5000万资金，蜀城防卫军少校监章。我将5000万交给葛先红，让其帮忙购买一批药材，随后前往玉府小区。玉府小区设施齐全，智能管家洛伊贴心服务。我在别墅中闭关修炼，一气化3清。
14天后成功凝聚出3个分身，未来身梅三娘，现在身魔天，过去身糊涂道人，3人实力均为筑基期。闭关结束后，我开始炼丹，成功炼出1品培元丹。此时徐新来电挑衅，约我在河堤决斗。我让洛伊查询无监控地点，应邀前往。河堤上，徐新带着3阶强者张健等人等候。张健见到我，想起其高考时的恐怖表现，当即跪地求饶，还按照我的要求殴打徐新。事后，张健告知众人，苏木是今年5科联考第1名，被第一武馆直接特招。不久，基金联盟亚细亚区负责人老九门门长高黎斯找上门，提出以100亿联盟币、美女、呼吸法和剑道战绩为条件，邀请我加入老九门，还要求其将基金联盟和老九门的利益置于首位。我不为所动，高黎斯悻悻离去。高黎斯离开后，与黑发青年商议，决定借扶桑之手除掉苏木，而扶桑七星社正因苏木破坏其计划，欲将其扼杀。安全局局长邓林和洪峰前来提醒我，扶桑的桃花源计划已实施多年，大量特工渗透进蒙汉，接下来的目标正是他。我决定主动出击，将潜藏的扶桑势力引出来。苏木前往蜀山，刚落地便遭遇1名5阶扶桑强者。我祭出太虚古龙，轻松将几人斩杀。不久，又有1名6阶强者带领16名5阶强者打来，我施展混沌斩仙雷，将其尽数歼灭。邓林和洪峰赶到后，带走死者头颅作为追查线索。我将天妖宝录传授给太虚古龙，让其自行修炼。1个多月后，我丹田内出现金丹雏形，太虚古龙也已开辟出10方洞天，即将凝聚妖丹。约定时间已到，我收拾行李，带着太虚古龙前往京都。萧妹将他送至京都城郊军事基地，让其自行完成身份信息采集后前往武馆新成员报道处。身份登记处，我偶遇曾被救过2次的徐清雅及其表哥薛铁。薛铁误以为我是来蹭关系的，百般刁难。此时，第一武馆教官许晴赶来，认出我是蜀城唯一的特招成员，将其带走。第一武馆总部，苏木见到10颗8阶魔兽头颅，心生凛然。新兵营总教官乌童宣布，150名新成员，需5到7人一组，自由组队，最终考核成绩按小组计算。众人嫌弃我年纪小，不愿与其组队，我索性自成一组。乌童带领众人前往宿舍区，苏木选中一栋湖畔别墅，让洛伊载入专属智慧管家系统。洛伊告知苏木，次日需参加摸底测试，之后有15天时间熟悉环境。下周1需完成试炼塔任务，摸底测试在通天塔进行，测试项目包括肉身综合、脑域扩度和异能值。苏木测试结果，力量15万公斤，速度341米每秒，脑域扩度15%，异能值5阶上位，获得高级武者称号，震惊全场。测试结束后，南离邀请我加入其小队，我拒绝了。回到宿舍，洛伊建议我前往试炼塔，打破新生最快达标记录。试炼塔内，我遇到桀骜的李青云，对方为追赶同期天才，执意开启10个小时的座舱。我无视周围老成员的轻视，递上身份卡，走进试炼大厅，准备开始试炼。不少人跟着我来到了一处机舱。试炼大厅的金属地面泛着冷冽光泽，四周墙壁上镌刻着繁复的能量纹路。随着我踏入，纹路亮起淡蓝色的光晕，将整个空间映照得如同深海。我走进专属座舱，身份卡验证通过的瞬间，淡绿色的营养液缓缓漫过脚踝，带着温润的触感包裹全身。电极片贴合眉心的刹那，神识骤然与试炼系统相连，眼前景象瞬间切换，不再是密闭的舱室，而是一片荒芜的血色荒原。天空被暗红云层遮蔽，远处矗立着连绵的黑色山脉，山巅萦绕的黑雾中，隐约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。地面龟裂的缝隙中，渗出暗红色的粘稠液体，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。脚下每一次踩踏，都能感受到大地之下传来的微弱震动，仿佛有巨兽即将破土而出。炼狱难度试炼开启，第一关血纹魔狼群，任务斩杀3头3阶血纹魔狼，限时1小时。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中回荡，话音刚落，不远处的地面突然崩裂，3道黑色身影如同离弦之箭般窜出，正是血纹魔狼。这些魔狼体型堪比小牛犊，浑身覆盖着暗红鳞片，鳞片上交织的血纹在奔跑中闪烁着妖异红光，一双双猩红眼眸死死锁住我。四肢蹬地的瞬间，便已跨越数十米距离，锋利的爪牙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啸直扑而来。这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内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包括武馆的几位高层和核心成员。武馆馆长独孤求败坐在中央宝座上，他看起来是一位中年男子，身穿黑色战甲，面容刚毅，眼神锐利如鹰，身上散发着深不可测的气息。看到我进来，独孤求败微笑着点头。苏木来了，快请坐。等所有人到齐后，独孤求败开口说道：“今天召集大家，主要有2件事。第一件，苏木学员在试炼塔中表现优异，打破新生纪录，且成功突破金丹期，特授予核心弟子称号，享受每月1000万联盟币补贴，一次进入灵界山核心区域的机会，可随时向任何长老请教。”大殿内一片哗然，核心弟子的称号在第一武馆极为珍贵，整个武馆也仅有不到10位，每一位都是天赋异禀、实力强大的强者。我刚入馆便获此殊荣，实属罕见。第二件事，关于灵界山，独孤求败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。近期，灵界山核心区域出现异动，一股强大的黑暗力量正在苏醒，已有多位弟子失踪。经查，这股力量与上古魔神有关。武馆决定组建精英小队，前往灵界山探查。苏木，你作为核心弟子，需加入小队。我心中一动，魔神遗迹意味着更高等级的宝箱和机缘，我当即起身应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独孤求败点点头，介绍了另外3位核心弟子：雷千钧，金丹期后期，雷系异能，性格沉稳；林清雪，金丹期中后期，冰系异能，容貌绝美；
赵浩，金丹期中后期，力量系异能，性格豪爽。随后，我跟着一位长老前往宝库挑选法器和丹药。宝库内琳琅满目，我最终选中了3件法器：防御型的金刚罩，能抵挡金丹期强者全力一击；攻击型的雷火珠，蕴含强大的雷霆火焰之力；辅助型的寻宝罗盘，能感知周围宝物和危险。丹药方面，我选了5瓶6阶培元丹、3瓶6阶淬体丹和2瓶6阶解毒丹。我眼神一凝，体内法力瞬间运转，先天剑气在指尖凝聚成淡青色光点。面对蜂拥而至的魔狼，我并未急于出手，而是脚踏七星步，身形如同鬼魅般在魔狼的包围圈中穿梭。血纹魔狼的攻击看似凶猛，却始终无法触碰到我的衣角，反而因为彼此冲撞，阵型渐渐散乱。就是现在！我低喝一声，青锋剑凭空出现在手中，剑身萦绕的先天剑气骤然暴涨。我手腕一抖，数十道剑气如同流星雨般激射而出，精准地命中了3头魔狼的眼睛，这是他们全身防御最薄弱的地方。噗噗噗的闷响接连响起，3道黑影应声倒地，眼中的猩红光芒迅速暗淡。我并不急于斩杀，而是凭借灵活的身法不断消耗魔狼的体力，同时寻找最佳的攻击时机。五雷正法，掌心雷！我突然止步，掌心凝聚出浓郁的雷光，猛地拍向地面。轰隆一声巨响，无数道银白色雷霆从地面喷涌而出，形成一张巨大的雷网，将剩余的魔狼尽数笼罩。血纹魔狼本就畏惧雷霆之力，在雷光的轰击下，身上的鳞片纷纷脱落，发出凄厉的哀嚎，动作也变得迟缓起来。趁着魔狼虚弱之际，我御剑腾空，青锋剑化作一道流光，在魔狼之间穿梭游走。第1关完成，耗时10分钟。第2关黑岩巨蜥群，任务击退20头4阶黑岩巨蜥，限时2小时。系统提示音刚落，远处的地平线便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大地剧烈震颤，几头体型庞大的黑岩巨蜥正狂奔而来。这些巨蜥身高超过5米，浑身覆盖着厚重的黑色岩石铠甲，头顶的独角闪烁着金属光泽，每一次踩踏地面都会留下一个半米深的大坑。它们的防御极为惊人，普通5阶攻击都难以破开其铠甲，且擅长冲撞，冲击力堪比全速行驶的重型战车，一旦被撞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眉头微蹙，知道对付这种防御型魔兽，单纯的剑气攻击效果有限。我心念一动，取出3枚培元丹吞入腹中，快速补充刚才消耗的法力。同时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：五雷符照。3张黄色符箓凭空出现，悬浮在我身前。我指尖一点，符箓瞬间化作3道流光，飞向狂奔而来的巨蜥群，在空中轰然炸开。3道水桶粗的雷霆从天而降，虽然未能直接破开巨蜥的岩石铠甲，却也让他们的奔跑节奏大乱，身上的铠甲出现了细微的裂痕。我眼神一凛，御剑直扑巨蜥群。我没有选择正面硬抗，而是绕到巨蜥侧面，青锋剑凝聚起浓郁的先天剑气，对准巨蜥的眼睛刺去。眼睛是黑岩巨蜥的弱点，没有岩石铠甲的保护，相对脆弱。扑哧一声，剑光穿透一头巨蜥的眼球，巨蜥发出痛苦的咆哮，疯狂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，反而将身边的同伴撞得东倒西歪。我抓住机会，施展剑气长河，密密麻麻的剑光如同潮水般涌向巨蜥群，不断扩大他们身上的伤口。1个半小时后，最后一头巨蜥轰然倒地，我也微微喘息起来。连续2场高强度战斗，即便服用了培元丹，我的法力也消耗了大半。我盘膝坐在地上，运转紫气东来功法，快速吸收周围空气中的灵气，恢复体力和法力。休息10分钟后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。第2关完成，耗时1小时40分钟。第3关幽冥引爆，任务斩杀1头5阶幽冥引爆，限时1小时。话音刚落，我便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危机感，神识瞬间扩散开来，覆盖方圆100米范围。然而神识中并未发现任何异常，仿佛危险只是错觉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突然从我身后的阴影中窜出，锋利的爪牙带着冰冷的寒气，直扑我的后心。哼，雕虫小技！我冷哼一声，身体猛地向侧面一偏，同时反手一剑斩出，当的一声脆响，剑光与爪牙碰撞，迸发出耀眼的火花。幽冥引爆被震退出去，显露出修长的身形。它浑身覆盖着黑色皮毛，皮毛上闪烁着淡淡的幽光，一双绿色眼眸如同鬼火般闪烁，充满了杀意。这头幽冥引爆速度极快，擅长隐身和偷袭，是5阶魔兽中最难对付的存在之一。我察觉到左侧空气中的灵气出现细微紊乱，毫不犹豫的一剑斩去。噗的一声，黑影被逼出，正是幽冥引爆。他的肩膀被剑气划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但眼中的杀意却愈发浓烈。他再次隐身，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。接下来的战斗中，我凭借强大的神识，总能提前预判幽冥引爆的攻击方向。青锋剑舞动的密不透风，将所有攻击尽数挡下。同时，我不断寻找反击机会，先天剑气时不时激射而出，逼迫幽冥引爆显形。40分钟后，幽冥引爆的体力消耗巨大，攻击速度和力量都明显下降。我抓住一个破绽，体内法力全力运转，青锋剑化作一道璀璨流光，径直刺向幽冥引爆的心脏。噗嗤一声，剑光穿透了他的身体，幽冥引爆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。第3关完成，耗时40分钟。第4关熔岩巨人，任务击败1头5阶上位熔岩巨人，限时2小时。系统提示音响起的同时，远处的黑色山脉突然裂开一道巨大缝隙，一头身高10米的熔岩巨人从缝隙中走了出来。这头巨人浑身由滚烫的岩浆组成，身上燃烧着熊熊烈火，每走一步，地面都会被灼烧出焦黑的痕迹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。他的力量极为恐怖，
一拳下去足以击碎一座小山，且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，只要核心不被摧毁，就能不断恢复。我御剑飞起，避开熔岩巨人挥来的巨拳，巨拳落在地面，轰的一声，地面塌陷出一个巨大的坑洞，岩浆从坑洞中喷涌而出。瞬间将周围的地面化为一片火海。我在空中不断变换位置，同时仔细观察熔岩巨人的身体，寻找它的核心所在。很快，我发现熔岩巨人的胸口位置有一块拳头大小的红色晶体，晶体周围的岩浆流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部位，且散发着更加浓郁的能量波动，那正是它的核心。确定目标后，我取出一水寒，体内法力源源不断的涌入剑身，冰蓝色的剑光瞬间暴涨，一股森冷的寒气扩散开来，周围的温度骤降，就连空气中的火焰都暗淡了几分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！我一声大喝，手持易水寒化作一道冰蓝色流光，径直向熔岩巨人的胸口刺去。熔岩巨人察觉到危险，抬起双臂挡在胸前，咔嚓一声脆响，易水寒的剑气瞬间冻结了他的双臂，随后狠狠刺在红色晶体上，砰的一声，红色晶体出现了一道裂痕。熔岩巨人发出愤怒的咆哮，双臂猛地发力，挣脱了冰层的束缚，巨大的手掌向我开来。我见状立刻抽剑后退，同时施展五雷阵法，无数道雷霆劈向熔岩巨人的胸口，不断轰击着红色晶体。在雷霆的持续轰击下，晶体上的裂痕越来越大。我抓住机会，再次御剑冲上前，易水寒凝聚起更强的剑气，一剑刺向红色晶体，咔嚓一声，红色晶体彻底碎裂。熔岩巨人的身体瞬间僵硬，身上的火焰逐渐熄灭，岩浆也开始凝固，最终轰然倒地，化作一堆黑色的岩石。第4关完成，耗时1小时30分钟。第5关镜像试炼任务，击败镜像苏木，限时2小时。系统提示音落下，我面前的空间突然扭曲，一个与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身影从扭曲的空间中走了出来。镜像苏木身着同样的青衣，手持清风剑，身上散发着与我完全相同的气息，甚至连眼神中的淡漠都如出一辙。你是我心中的执念，是我不愿面对的过去。镜像苏木开口，声音与我完全一致。想要通过试炼，就必须战胜我。话音刚落，镜像苏木变动了，速度快如闪电，一剑向我刺来。这一剑与我最擅长的剑招一模一样，角度刁钻，力道十足。我心中一惊，连忙挥剑格挡，两剑相撞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剑身传来，我被震退出去。我心中骇然，镜像苏木的实力竟然与我不相上下，而且对我的所有招式都了如指掌。接下来的战斗中，无论我施展御剑术、五雷阵法还是先天剑气，镜像苏木都能一一破解，甚至能以同样的招式反击，逼得我节节败退。战斗持续了1个小时，我身上已经出现了好几道伤口，体力和法力消耗巨大。我靠在一块岩石上，大口喘息着，脑海中突然闪过太上要典中的记载：心无执念，方能破网；镜花水月，皆为虚幻。我心中一动，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运转静心神咒。随着咒语的吟诵，我心中的戾气和执念逐渐消散，脑海变得一片清明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的眼神变得无比平静，身上的气息也收敛起来，不再有丝毫外露。镜像苏木再次挥剑刺来，我却没有格挡，而是身形一闪，避开了攻击。随后，我站在原地，没有施展任何招式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镜像苏木。镜像苏木的动作戛然而止，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色，手中的剑停在半空。你不是我，只是我心中的幻影。我平静地说道：我已放下执念，你也该消散了。话音刚落，镜像苏木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最终化作一道流光，消散在空气中。炼狱难度试炼完成，综合评分 SSS 级。恭喜学员苏木打破试炼塔，新生最快达标记录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我眼前的景象瞬间切换，重新回到了试炼舱内。营养液缓缓退去，舱门打开，我站起身，感受到体内的法力比之前更加浑厚，神识也变得更加敏锐，距离金丹期又近了一步。走出试炼舱，大厅内的老成员们都瞪大了眼睛，满脸不可思议。他们没想到，这个16、17岁的新人，竟然真的在不到6个小时内完成了10小时的炼狱难度试炼，还拿到了 SSS 级评分。我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，径直走出试炼塔。刚出门，便看到洛伊等候在外面，他的虚拟影像微微躬身。主人，恭喜您打破纪录，5管奖励已发放至您的账户，包括100万联盟币、1瓶5阶淬体丹和一次进入藏经阁的机会。藏经阁？我眼中一亮，藏经阁中必定收藏着大量珍贵的功法和战绩，或许能从中找到突破金丹期的关键。在洛伊的带领下，我很快来到藏经阁。这座古朴的塔楼高约100米，塔身由黑色岩石砌成，上面刻满了古老的符文，散发着淡淡的灵气波动。进入藏经阁玄层，浓郁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。我穿梭在书架之间，目光快速扫过一排排古籍和玉简。很快，我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本名为《金丹要诀》的古籍，封面泛黄，上面记载着许多凝聚金丹的心得和技巧。书中提到，凝聚金丹需要3个核心条件：足够浑厚的法力、稳固的道基和正确的凝聚之法。我如今筑基期圆满，法力已然充足，道基更是至尊灵台，无比稳固，唯独缺少系统的凝聚之法。而《金丹要诀》中记载的9转金丹法，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。这套功法通过9次压缩法力，将其凝聚成金丹，每一次压缩都会让法力变得更加精纯，金丹的品质也会随之提升。我越看越兴奋，将金丹要诀牢记于心后，又继续寻找相关典籍。不久，我又发现了一本《雷火炼金丹》，书中记载着利用雷霆和火焰之力淬炼金丹的方法，能够极大的提升金丹的威力。我心中一动，我掌握着5雷阵法和3昧真火的修炼法门，正好可以将这2种力量融入凝聚金丹的过程中。我将2本古籍的内容尽数记下，随后离开了藏经阁。
返回湖畔别墅。回到别墅后，我立刻布置了一个聚灵阵，将别墅内的灵气浓度提升了数倍。我盘膝坐在聚灵阵中央，取出一瓶培元丹和一瓶淬体丹，先服用了一枚淬体丹，滋养肉身，增强身体对法力冲击的承受力，随后又服用了一枚培元丹，补充体内法力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闭上眼睛，运转紫气东来功法，同时按照金丹要诀中的记载，开始压缩体内的法力。体内的法力如同奔腾的江河，在我的控制下不断旋转压缩，我不敢有丝毫大意，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法力的压缩。此时，我体内的法力已经凝聚成一个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，光球表面流淌着淡淡的金光，散发着恐怖的气息，只剩下最后一次压缩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体内所有法力全部调动起来，全力压缩金色光球。轰隆一声，体内传来巨响，金色光球瞬间收缩，变成了一颗花生米大小的金色金丹，悬浮在丹田之中。金丹成型的瞬间，一股恐怖的吸力从金丹中爆发出来，周围空气中的灵气疯狂地向我体内涌入，在我头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。同时，我身上的气息飞速提升，从筑基期圆满直接突破到金丹期初期。就在这时，丹田内的混元道骨突然亮起一道金光，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金丹之中，让金丹的颜色变得更加浓郁，散发的气息也愈发恐怖。我能清晰地感受到，我的金丹正在缓缓进化，朝着更高品质的金丹迈进。我睁开眼睛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一股强横的气息从身上散发出来，整个别墅都在微微震动。我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只觉得体内充满了用不完的力量，神识也比之前扩大了数倍，能够清晰地感知到方圆千米内的一切动静。金丹期终于到了，我嘴角露出一抹笑容。就在这时，洛伊的声音响起：“主人，武馆总部发来通知，让您明日前往总部大殿，有重要事情宣布。”我点点头，收拾了一下，决定今晚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。次日一早，我换上干净的青衣，前往武馆总部大殿。3天后，4人乘坐高速飞行器前往灵界山。灵界山位于龙汉古国边境，山脉连绵万里，灵气浓度是外界的数十倍。飞行器降落在外围营地后，4人步行进入核心区域。刚进入不久，我的寻宝罗盘便开始转动，指向一个山谷方向。山谷中央有一座古老的祭坛，祭坛上悬浮着一个金色宝箱，但周围盘踞着一头6阶魔兽幽冥魔龙。这头魔龙体长超过30米，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片，翅膀展开遮天蔽日，一双红色眼眸散发着恐怖的杀意，擅长黑暗系异能和龙息攻击。幽冥魔龙实力极强，我们需谨慎应对。雷千钧脸色凝重地说道。赵浩却不以为意，身上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波动，双拳紧握。怕什么？我们可是核心弟子，联手之下必定能将其斩杀。不可应骗。林清雪拦住他，他的防御和攻击都很恐怖，我们需制定战术。我没有说话，目光紧紧盯着金色宝箱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。这等金色宝箱里面必定有极品宝物。雷千钧率先出手，身上雷光暴涨，化作一道流光冲向幽冥魔龙。雷龙咆哮，一条巨大的雷龙凝聚而成，轰向魔龙。幽冥魔龙发出一声咆哮，张口喷出一道黑色龙息，与雷龙碰撞在一起。巨大的冲击波让地面塌陷出一个大坑，雷千钧被震退出去，嘴角溢出鲜血。赵浩趁机冲上前，一拳砸向魔龙的头部，却被魔龙坚硬的鳞片震得连连后退。林清雪祭出无数冰锥，却被魔龙身上的黑暗力量瞬间化解。就在这时，我动了，我祭出一水寒，同时将雷火珠抛向空中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冰蓝色的剑光瞬间冻结了魔龙的翅膀，雷火珠在空中炸开，强大的力量让魔龙动作迟滞了一瞬。我抓住机会，御剑直刺魔龙的眼睛，剑光穿透鳞片，黑色血液汩汩流出。幽冥魔龙发出凄厉的惨叫，疯狂挣扎起来。我在空中不断变换位置，先天剑气与五雷正法交替施展，不断消耗魔龙的体力。雷千钧3人也趁机发起攻击，配合我不断扩大伤口。半个多小时后，幽冥魔龙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我抓住机会，一剑刺穿了他的心脏，魔龙轰然倒地，彻底失去生命气息。我径直走向祭坛，打开了金色宝箱。宝箱打开的瞬间，浓郁的紫气涌出，化作一道光柱直冲云霄。宝箱内静静躺着3件物品：圣人级功法混沌心经，上品先天法宝混沌珠，防御型法宝混沌战甲。混沌心经威力远超紫气东来，修炼大成可掌控混沌之力。混沌珠内藏一方混沌世界，可储物、攻击、防御。混沌战甲能抵挡元婴期强者全力一击，还能自动修复。我心中大喜，将3件物品收入空间手环。雷千钧3人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羡慕，却也没有多说什么。试炼中宝物归属全凭实力。我看向山谷深处，寻宝罗盘再次转动，那里显然还有更多的机缘在等待着我。我握紧手中的寻宝罗盘，指针疯狂转动，直指山谷深处。雷千钧3人收拾着幽冥魔龙的魔核，见我执意深入，林清雪上前一步劝道：“苏木，山谷深处未知风险太多，我们还是先与武馆报备情况，再做打算。”我摇了摇头，目光坚定。魔神异动事关重大，早一步探查便多一份胜算。而且罗盘指引的方向必有至宝。赵浩性格豪爽，拍了拍胸脯：“既然苏兄弟想去，我陪你，正好见识下上古遗迹的风采。”雷千钧沉吟片刻，最终点头：“也好，我们4人联手
即便遇上6阶巅峰魔兽，也有一战之力。4人循着罗盘指引，向山谷深处进发。越往深处，空气中的灵气愈发浓郁，同时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黑暗气息，让人心头发闷。沿途的植被渐渐变得诡异，暗红色的藤蔓缠绕着黑色树干，叶片上闪烁着妖异的光泽。偶尔还能看到几只体型怪异的1阶魔兽匆匆逃窜，显然是感受到了更强大的威胁。行至一处狭窄的峡谷，两侧悬崖峭壁高耸入云，阳光根本无法穿透，谷底一片昏暗。突然，寻宝罗盘的指针猛地定格，同时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从前方传来。小心，前方有情况。我低声提醒，体内法力悄然运转，清风剑瞬间出现在手中。穿过峡谷，眼前景象豁然开朗，一座巨大的古老祭坛出现在前方，比之前遇到的那座规模大上数倍。祭坛由黑色巨石搭建而成，上面刻满了扭曲的符文，符文之间流淌着淡淡的黑色雾气，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黑暗能量。祭坛中央悬浮着一个散发着紫色光芒的宝箱，正是传说中的紫金宝箱。而守护在祭坛周围的是3头6阶魔兽、暗影魔狮、烈焰魔虎和冰霜魔熊。它们体型庞大，身上的气息远超之前的幽冥魔龙，显然是长期吸收黑暗能量进化而来。3头魔兽察觉到我们的到来，同时转头看来，眼中充满了杀意。居然是3头6阶魔兽联手守护，这紫金宝箱内的宝物绝对不简单。雷千钧脸色凝重，手中雷光闪烁，随时准备出手。林清雪祭出冰盾，严阵以待。他们分属不同属性，配合起来威力无穷，我们必须分头应对。我心念一动，将混沌珠取出握在手中。我来对付暗影魔狮，他速度最快，擅长隐身偷袭。你们3人联手牵制另外2头。话音刚落，暗影魔狮突然消失在原地，同时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从我身后传来。早就防着你了。我冷哼一声，神识瞬间锁定暗影魔狮的位置，反手一剑斩出，先天剑气带着凌厉的锋芒，直接将暗影魔狮逼险形。暗影魔狮发出一声咆哮，黑色的利爪带着浓郁的黑暗能量向我扑来。我脚踏御剑术，身形在空中灵活闪避，同时不断挥剑反击。暗影魔狮的速度极快，每一次攻击都角度刁钻，而且身上的黑暗能量能腐蚀法力，让我的剑招威力大打折扣。五雷正法，天雷降！我一声大喝，掌心凝聚出巨大的雷球，猛地砸向地面。轰隆一声巨响，无数道雷霆从空中落下，将暗影魔狮笼罩其中。雷霆之力正好克制黑暗能量，暗影魔狮发出痛苦的哀嚎，身上的黑暗雾气瞬间消散不少。我抓住机会，御剑俯冲而下，清风剑凝聚起全身法力，一剑刺向暗影魔狮的头颅。扑哧一声，剑光穿透暗影魔狮的头颅，他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彻底失去生命气息。解决完暗影魔狮，我转头看向另外2头魔兽，只见雷千钧3人正打得异常艰难。烈焰魔虎喷出熊熊烈火，将周围化为一片火海；冰霜魔熊则不断释放冰锥，配合烈焰魔虎形成冰火2重天的攻势，让雷千钧3人难以招架。我来帮你们！我大喝一声，祭出雷火珠，同时运转雷火炼金丹功法，将体内的雷霆和火焰之力注入雷火珠中。雷火珠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化作一道巨大的雷火凤凰，径直冲向烈焰魔虎。烈焰魔虎见状，不甘示弱地喷出一道巨大的火柱，与雷火凤凰碰撞在一起，2种火焰力量相撞，产生了巨大的爆炸。烈焰魔虎被震退出去，身上的火焰气息明显减弱。林清雪抓住机会，施展冰系大招，无数道冰棱瞬间将烈焰魔虎冻结。赵浩趁机冲上前，一拳砸在烈焰魔虎的头颅上，将其击杀。失去烈焰魔虎的配合，冰霜魔熊的攻势顿时减弱。雷千钧凝聚出一道巨大的雷龙，狠狠砸向冰霜魔熊。我则御剑而上，一水寒出鞘，冰蓝色的剑光瞬间冻结了冰霜魔熊的四肢，联手攻击他的头部。我大喊一声，手中一水寒刺向冰霜魔熊的眼睛。雷千钧和赵浩也同时发起攻击，在4人的联手之下，冰霜魔熊最终轰然倒地。解决完3头魔兽，我们4人都微微喘息。这场战斗消耗了我们大量的法力。我走到祭坛中央，伸手触摸紫金宝箱，宝箱表面的符文瞬间亮起，随后缓缓打开。宝箱打开的瞬间，一股精纯的能量扑面而来，比之前的金色宝箱还要浓郁数倍。宝箱内静静躺着3件物品，一本名为《魔神秘典》的古籍，一件名为《镇魔塔》的上品先天法宝，以及一枚混沌道火。魔神秘典记载着上古魔神的修炼法门，虽然充满了黑暗气息，但其中蕴含的能量运用技巧却极为精妙，若能加以转化，便能为己所用。镇魔塔内藏一方小世界，专门克制黑暗系生物，既能镇压魔物，又能用来修炼。而混沌道果则是天地混沌之气凝聚而成，服用后能极大的提升修为，还能净化体内的杂质，为日后突破元婴期打下坚实基础。我心中大喜，将3件物品收入空间手环。雷千钧3人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敬佩。他们知道，若不是我的实力强悍，这次根本不可能拿下3头6阶魔兽，获得如此珍贵的宝物。就在这时，祭坛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黑色符文上的黑色雾气越来越浓郁，整个空间都开始扭曲。不好，祭坛的黑暗能量失控了！林清雪惊呼，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。我心中一沉，感受到一股远超6阶魔兽的恐怖气息从祭坛下方传来。快离开这里！我大喊一声，带着3人快速向峡谷方向撤退。刚走出峡谷，身后便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，一股巨大的黑暗能量冲天而起，形成一道黑色光
帮助，直冲云霄。我们回头看去，只见一头体型庞大的7阶魔兽从祭坛下方钻了出来，正是上古魔神的坐骑黑暗魔象。黑暗魔象身高超过50米，浑身覆盖着厚重的黑色鳞片，背上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，眼中闪烁着猩红的光芒，身上的气息恐怖至极。居然是7阶魔兽，这下麻烦了。雷千钧脸色苍白，7阶魔兽与6阶魔兽之间有着天壤之别，根本不是我们4人能够对付的。黑暗魔象察觉到我们的存在，发出一声咆哮，迈开巨大的脚步向我们追来，每一步都让大地剧烈震颤，沿途的树木和岩石纷纷倒塌。你们先走，我来拖住他。我当机立断，将混沌战甲穿在身上，手中紧握一水寒。苏兄弟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！赵浩大喊，想要留下来帮忙。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放心，我有自保之力，你们尽快向武馆求援。这头黑暗魔象的出现，意味着魔神很可能即将苏醒。说完，我转身御剑飞向黑暗魔象，体内法力全力运转，先天剑气凝聚到极致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！我一声大喝，易水寒化作一道冰蓝色的流光，径直刺向黑暗魔象的眼睛。黑暗魔象反应极快，巨大的翅膀一扇，一股强大的气流将我震退出去，同时他张口喷出一道巨大的黑暗能量球向我砸来。我祭出混沌珠，混沌珠瞬间放大，形成一道巨大的屏障，挡住了黑暗能量球的攻击。镇魔塔出！我将镇魔塔抛出，镇魔塔瞬间化作一座巨大的塔楼，带着镇压一切魔物的气势向黑暗魔象砸去。黑暗魔象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，巨大的爪子一挥，将镇魔塔拍飞出去。但镇魔塔的镇压之力也让他动作迟滞了一瞬。我抓住机会，将混沌道果取出吞入腹中，一股精纯的能量瞬间在体内爆发开来。我的修为开始飞速提升，从金丹期初期直接突破到金丹期中期，而且还在继续攀升。趁现在，我感受到体内澎湃的法力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：混沌斩仙雷现！一道巨大的青色雷霆从空中落下，带着混沌之力，径直劈向黑暗魔象。黑暗魔象想要躲避，但身体却被镇魔塔的镇压之力困住，无法动弹。轰隆一声巨响，混沌斩仙雷狠狠劈在黑暗魔象的身上，巨大的能量让黑暗魔象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。身上的黑色鳞片纷纷脱落，露出了里面的血肉。但它毕竟是7阶魔兽，生命力极为顽强，虽然受了重伤，却依旧没有倒下。我体内的法力消耗巨大，混沌道果的能量也消耗了大半，修为最终稳定在金丹期后期。看来只能动用最后的底牌了。我心念一动，将混沌心经的功法运转到极致，体内的混沌之力与法力融合在一起，清风剑上瞬间爆发出璀璨的光芒。我御剑直冲黑暗魔象，手中清风剑凝聚起所有的力量，一剑刺向黑暗魔象的心脏。黑暗魔象察觉到致命威胁，疯狂地挣扎起来，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开这一剑。噗嗤一声，清风剑穿透了黑暗魔象的心脏，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。黑暗魔象发出最后一声咆哮，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彻底失去生命气息。我落在地上，大口喘息着，身上的混沌战甲也布满了裂痕。刚才那一剑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法力，若不是混沌道果的支撑，我根本不可能斩杀7阶魔兽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飞行器的轰鸣声，雷千钧3人带着武馆的救援人员赶了过来。独孤求败亲自带队，看到倒地的黑暗魔象和满身疲惫的我，眼中满是震惊和赞赏。苏木，你竟然斩杀了7阶黑暗魔象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微微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独孤求败走上前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你立下了大功，阻止了魔神的提前苏醒。武馆决定再奖励你一次进入灵界山核心区域的机会，并且允许你随时查阅藏经阁顶层的古籍。我心中一喜，藏经阁顶层的古籍必定藏着更高深的功法和战技，对我突破元婴期有着极大的帮助。而且灵界山核心区域肯定还有更多的高阶宝箱等着我去探索。在混沌道果的帮助下，我的法力很快便恢复如初，而且修为也稳固在了金丹期后期。闭关结束后，我决定再次前往灵界山核心区域。独孤求败为我配备了最先进的飞行器和充足的丹药，并且叮嘱我注意安全，若遇到无法应对的危险，立刻发出求救信号。乘坐飞行器来到灵界山核心区域边缘，我独自步行进入。这里的灵气浓度是外界的100倍之多，周围的魔兽也都是6阶以上，不过有混沌战甲和镇魔塔在身，这些魔兽根本不敢靠近我。寻宝罗盘的指针不断转动，指引着我向深处走去。沿途我又发现了几个高阶宝箱，获得了不少珍贵的功法和法器。随着不断深入，我感受到的黑暗能量越来越浓郁，显然已经接近魔神的沉睡之地。终于，在一处巨大的洞穴前，寻宝罗盘的指针停止了转动。洞穴内漆黑一片，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黑暗能量，隐约还能听到低沉的呼吸声。我知道魔神就在洞穴深处沉睡，而洞穴中央必定有一个传说中的7彩宝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运转混沌心经，将体内的混沌之力运转到极致，同时祭出镇魔塔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洞穴。洞穴内遍布着黑色的水晶，水晶散发着淡淡的黑色光芒，照亮了前方的道路。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前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，宫殿由黑色玉石搭建而成，上面刻满了诡异的符。宫殿中央悬浮着一个散发着7彩光芒的宝箱，正是7彩宝箱。而在7彩宝箱下方，一个巨大的身影躺在石床上，正是沉睡中的上古魔神。魔神的体型极为庞大，身上覆盖着金色的鳞片，散发着强大的威压，即便处于沉睡状态，也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我知道一旦惊动魔神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我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向7彩宝箱靠近。就在我即将触碰到宝箱的瞬间，魔神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一双金色的眼眸带着冰冷的杀意，死死锁定着我。大胆凡人，竟敢闯入我的沉睡之地！
觊觎我的宝物。魔神的声音如同惊雷般响起，震得整个洞穴都在颤抖。我心中一沉，知道已经无法避免，立刻祭出混沌珠和镇魔塔，同时将体内的法力和混沌之力全部调动起来。上古魔神又如何？今日这七彩宝箱，我势在必得！我大喊一声，手持清风剑，径直向魔神冲去。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即将爆发。我知道这将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大挑战，但我心中没有丝毫畏惧，只有无尽的战意。因为我明白，只有战胜强敌，才能不断成长，最终踏上修仙之路的巅峰。魔神双眸中的金色火焰熊熊燃烧，庞大的身躯从石床上缓缓站起，整个宫殿都在剧烈摇晃。黑色玉石铺就的地面布满蛛网般的裂痕，他身上的金色鳞片在黑暗中闪烁着冰冷的光影，每一次呼吸都掀起狂风。洞穴内的黑暗能量如同潮水般涌向他，让他的气息愈发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，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魔神冷哼一声，巨大的手掌猛地拍向我，掌风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所过之处，空气被压缩的发出刺耳的爆鸣，黑色水晶纷纷碎裂，化作齑粉。我心中一凛，不敢有丝毫大意，混沌珠瞬间放大，挡在身前。同时，我将混沌战甲的防御催动到极致，体内法力与混沌之力疯狂交织，注入清风剑中。当的一声巨响，魔神的巨掌拍在混沌珠上，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力传来，我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，重重撞在宫殿的墙壁上，口中喷出一口鲜血。混沌珠的光芒暗淡了几分，混沌战甲上也出现了更多细密的裂痕。仅仅一击便有如此威力，不愧是上古魔神。我擦掉嘴角的血迹，眼中战意更浓。魔神的实力远超我的想象，即便我已达到金丹期后期，在他面前也如同孩童般脆弱。但我没有丝毫退缩，握紧清风剑，再次御剑冲了上去。混沌斩仙雷！我一声大喝，双手结印，体内的混沌之力与雷霆之力完美融合，一道比之前粗壮数倍的青色雷霆从天而降，带着撕裂一切的威势劈向魔神。魔神不屑地冷哼一声，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一点，一道金色能量劈链射出，与混沌斩仙雷碰撞在一起。轰隆一声惊天巨响，两种恐怖的能量爆发开来。宫殿内的黑暗能量形成巨大的漩涡，无数黑色符文在漩涡中湮灭。我被冲击波震得连连后退，体内气血翻涌，法力也出现了紊乱。魔神一步踏出，瞬间出现在我面前，巨大的拳头带着破空之声砸来。我眼神一凝，脚踏七星步，身形如同鬼魅般闪避。同时，镇魔塔化作一道流光，带着镇压魔物的无上神威，砸向魔神的头颅。雕虫小技！魔神头也不回，反手一掌拍在镇魔塔上，镇魔塔发出一声悲鸣，被震飞出去，塔身的符文暗淡无光。我抓住这短暂的间隙，清风剑凝聚起全身力量，一剑刺向魔神的眼睛。眼睛是生灵的弱点，即便强如魔神，想必也不例外。魔神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显然没想到我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还能发动反击。他头颅微微一侧，避开了要害，但脸颊还是被剑气划出一道浅浅的伤口，金色的血液从伤口中流出，散发出浓郁的能量波动。你成功激怒本尊了！魔神怒喝一声，身上的金色鳞片竖起，一股更加恐怖的气息爆发出来。他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宫殿内的黑暗能量疯狂汇聚，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，漩涡中隐约有无数魔物在咆哮。黑暗吞噬！魔神一声大喝，黑色漩涡猛地向我袭枕而来，所过之处，空间都被吞噬，形成一个个黑色的空洞。我心中大惊，连忙运转混沌心经，体内的混沌之力化作一道屏障，同时将雷火珠抛出。雷火珠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化作一只巨大的雷火凤凰，冲向黑色漩涡。雷火凤凰发出一声嘹亮的啼鸣，火焰与雷霆交织，试图阻挡黑暗漩涡的吞噬。然而，魔神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，雷火凤凰刚接触到黑色漩涡，便发出一声悲鸣，火焰和雷霆迅速被吞噬，雷火珠也暗淡下来，掉落在地。黑色漩涡继续向我席卷而来，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吸力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漩涡飞去。不能被吞噬！我心中怒吼，将体内最后一丝法力注入易水寒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！冰蓝色的剑光瞬间暴涨，我御剑冲向黑色漩涡，一剑劈下，剑光与黑色漩涡碰撞在一起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黑色漩涡的转速慢了下来，但依旧没有消散。我咬紧牙关，不断将混沌之力注入剑光之中。混沌之力蕴含着开天辟地的气息，对黑暗能量有着天然的克制。在混沌之力的加持下，冰蓝色的剑光渐渐占据上风，黑色漩涡开始出现裂痕。给我破！我一声大喝，全身力量爆发，剑光猛地暴涨，黑色漩涡瞬间被撕裂开来，化作无数黑色能量碎片，消散在空气中。魔神看着被撕裂的黑色漩涡，眼中闪过一丝凝重。没想到你竟然能破掉本尊的神通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不过游戏到此结束了。魔神双手张开，体内的金色能量疯狂涌动，宫殿上方的黑色玉石纷纷脱落，露出了洞穴顶部的黑色晶体。这些黑色晶体散发着浓郁的黑暗能量，被魔神源源不断的吸收。他的体型变得更加庞大，身上的金色鳞片也变得更加耀眼，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笼罩着整个洞穴。魔神解体，万魔归宗！魔神一声咆哮，身体突然膨胀起来，金色的能量与黑暗能量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道巨大的能量光柱，直冲洞穴顶部。洞穴剧烈摇晃，仿佛随时都会崩塌。
我知道这是魔神的最强招式，若是被击中，必死无疑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将混沌珠、镇魔塔和雷火珠全部祭出，同时运转九转金丹法，将丹田内的金丹催动到极致。金丹爆发出璀璨的金光，体内的法力和混沌之力疯狂涌动，与3件法宝的力量融合在一起。混沌归一，斩破苍穹！我一声大喝，手持清风剑，化作一道璀璨的流光，冲向魔神的能量光柱。剑光与光柱碰撞在一起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整个灵界山都在剧烈震颤，无数道能量冲击波向四周扩散，洞穴内的黑色水晶全部碎裂，宫殿也轰然倒塌。我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剧痛，身体仿佛要被撕裂一般，混沌战甲彻底破碎，化作无数碎片。混沌珠、镇魔塔和雷火珠的光芒暗淡到了极点，掉落在地。我口中不断喷出鲜血，体内的法力几乎耗尽，金丹也变得不稳定起来。但我没有放弃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我将体内最后一丝混沌之力和法力全部注入清风剑中，剑光再次暴涨，硬生生劈开了魔神的能量光柱，径直刺向魔神的心脏。魔神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，显然没想到我竟然能突破他的最强招式。他想要躲避，但能量光柱被劈开后，他的身体也出现了短暂的僵直。扑哧一声，清风剑穿透了魔神的心脏，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，魔神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，庞大的身躯开始剧烈抽搐，他身上的金色鳞片纷纷脱落，黑暗能量也在不断消散。不，本尊不甘心！魔神怒吼一声，试图调动最后的力量反击，但心脏被刺穿，他的力量正在飞速流失，庞大的身躯缓缓倒下，砸在地上，掀起漫天尘土。我落在地上，大口喘息着，身体摇摇欲坠。刚才的一战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量，身上布满了伤口，鲜血染红了衣衫，但我脸上却露出了笑容，因为我成功战胜了上古魔神。就在这时，七彩宝箱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缓缓向我飞来。宝箱打开，里面散发出浓郁的七彩霞光，霞光中悬浮着3件物品，一本名为《鸿蒙大道诀》的古籍，一枚鸿蒙紫器，一件鸿蒙战甲。离开总部大殿后，我返回了湖畔别墅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修炼上。鸿蒙大道诀果然名不虚传，修炼速度比之前的混沌心经快了数倍。在鸿蒙紫器和灵界山带回的各种天才地宝的辅助下，我的修为稳步提升，很快便巩固在了元婴期初期，并且向着元婴期中期稳步迈进。同时，我也在不断熟悉元婴期的力量，炼化着获得的各种法宝。鸿蒙战甲的防御力极为惊人，让我几乎立于不败之地。混沌珠不仅能防御，还能攻击和储物，功能强大。镇魔塔对魔物有着天然的克制，是探索险地的绝佳法宝。雷火珠和清风剑在元婴期法力的加持下，威力也提升了数倍。闲暇之余，我也会前往藏经阁顶层查阅各种古籍，顶层的古籍果然藏着许多高深的功法和战技，让我受益匪浅。我从中学会了不少强大的神通，实力进一步提升。随着实力的增长，我的心境也变得更加沉稳。我知道修仙之路漫长而艰险，元婴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和机缘在等待着我。但我有信心，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，以及获得的各种至宝，终将踏上修仙之路的巅峰，成为真正的仙人，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一切。在一个清晨，我站在湖畔别墅的屋顶，望着东方升起的朝阳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体内的元婴微微颤动，散发着强大的气息。我知道新的征程即将开始，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